2025年底，帕克发布了一段影片，里面密密麻麻塞满了对2026年的预测。当时很多人看完觉得太夸张了，不可能的事情。但2026年才刚开始第6天，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就被美国人带走了。帕克之前就预言过委内瑞拉会出事，接着伊朗爆发了大规模暴动，这也在帕克的预言之中。然后2月底3月初，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米尼身亡，帕克几乎全部说中了。结果呢，2026年才过了不到3个月，他说的事情就一件接一件的炸开来了。先说最震撼的，不，等一下，在讲伊朗之前，先说另一个帕克已经部分命中的预言。帕克说2026年春天，人工智能泡沫会破裂。他的原话是，在一次意想不到的股市修正之后，人工智能和科技公司将经历一次全球范围的急剧下跌，领先的加密货币将暴跌高达 70%， 动摇整个行业的信誉。他说这次下跌会很短暂，但会暴露出全球市场深层的结构性弱点。有没有觉得这段话特别熟悉？如果你有在关注金融市场的话，你会知道从2025年底开始，关于 AI 泡沫的讨论就越来越多。估值虚高，盈利模式不清晰，算力需求和实际应用之间的落差，所有这些问题都在累积。帕克说的春天泡沫破裂会不会成真？我们拭目以待。好了，现在来说最震撼的，伊朗。帕克在2025年的预言中就明确说过，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会死。不仅如此，他还说以色列和美国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精准打击，时间点就在2026年3月左右。他甚至连攻击的方式都描述了。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会看到非常有针对性的攻击，不仅仅是针对领导层，还有剩余的核设施，因为这些设施不能被留下，事态会迅速升级，然后停止一次猛烈的打击，接着撤退，把结果留给伊朗人民。我不觉得会有地面部队，更多的是空袭和闪电行动。你注意到了吗？帕克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是一张精密的作战蓝图，精准打击不是全面战争，空袭为主，不是地面入侵，快速升级然后快速结束，而不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把结果留给伊朗人民，暗示目的不是占领，而是推动政权更迭。说完这段话不到几个月，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果然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德黑兰的天空被导弹和无人机照亮，革命卫队总部被精准摧毁，几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在这波攻势中丧生。这次行动被称为史诗之怒，联合军事行动规模之大令全世界震惊。而最令所有人哑口无言的消息是，3月1日，伊朗官方证实最高领袖阿里哈米尼在袭击中身亡。一个统治伊朗数十年的神权领袖就这样突然消失了。你回过头去看帕克的预言，空袭、精准打击，没有地面部队，3月左右，最高领袖死亡，每一条都对上了。你说这是巧合？那这个巧合也未免太精准了吧？但更离奇的还在后面。帕克不仅预言了伊朗会被打击，他还预言了打击之后会发生什么。他说，伊朗的神权政体会在2027年左右彻底崩溃，而在这个崩溃的过程中，会有一个穿西装的人出现在伊朗的政治舞台上。帕克的原话是，我看到了伊朗的革命以及里萨巴列维的象征性回归。里萨巴列维，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不了解伊朗历史的朋友可能会一头雾水，但如果你知道伊朗的近代史，就一定知道他的父亲伊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巴列维王朝统治伊朗的时间其实不长。1925年，一个名叫里萨汗的军人推翻了前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他试图让伊朗走向现代化，靠近西方的社会和经济模式，但他的统治风格非常独裁，甚至一度禁止了头巾。后来他在2战中被英苏联合赶下台，儿子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即位。小巴列维延续了父亲的现代化改革路线，但同样独裁。在他统治下的伊朗，经济确实高速发展，但政治自由几乎为零。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巨大的民怨终于爆发。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了整个巴列维王朝，霍梅尼从法国流亡归来，建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王逃往海外，次年病死，而国王的儿子，也就是里萨巴列维，当时才17岁。他正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
革命爆发后再也没能回到伊朗，从此这个前王储就开始了长达47年的流亡生涯。47年，将近半个世纪。里萨巴列维如今65岁，住在美国马里兰州，与妻子和3个女儿生活在一起。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对伊朗的关注。他在海外经营了一个叫做伊朗国家民主联盟的组织，主张推翻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建立一个世俗民主的新伊朗。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是要恢复君主制，不是要当国王，而是要做一个过渡时期的领导人，帮助伊朗完成民主转型，然后把选择权交还给伊朗人民。他曾经说过4个核心原则：第一是伊朗的领土完整，第二是政教分离，把宗教从国家权力中彻底剥离出来，第3是个人自由和公民平等，第4是自由公正的选举。听起来是不是很理想化？但事情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早在2025年底，伊朗就因为货币崩溃和经济制裁爆发了大规模抗议，估计有7000到3万名抗议者被杀，具体数字至今不明。街头上出现了国王万岁的口号，有人举着里萨巴列维的照片，有人挥舞着革命前的狮子太阳旗。1月份的时候，川普还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对伊朗抗议者喊话，说继续抗议，占领你们的机构，援助正在路上。而就在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几个小时后，里萨巴列维出现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影片，穿着西装，表情严肃而坚定。他告诉伊朗人民，美国总统承诺给伊朗勇敢人民的援助已经到来了，这是一次人道主义干预，目标是伊斯兰共和国，是他的压迫机器和杀戮机器，而不是伊朗这个国家和伟大的民族。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伊朗流亡者都为之动容的话：我希望尽快与你们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收复伊朗，重建家园。你品品这个场景，一个流亡海外近半个世纪的前王储，穿着西装站在镜头前，对着自己从未回去过的祖国喊话。他的父亲曾经是那片土地的统治者，他的祖父在那里建立了王朝，而他自己从17岁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过那片土地。而且你知道吗？在美以打击开始前几天，里萨巴列维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感谢川普的打击行动，并再次表明自己愿意担任过渡领导人的立场。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他的支持者在会场外举行了示威活动，举出他的巨幅照片。1月份的时候，据报他还秘密会见了川普的中东顾问威特科夫，所有的迹象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个流亡王子正在为回归做准备。他甚至在打击开始2小时后就呼吁伊朗军人放弃政权，并告诉伊朗人民，请大家暂时留在家中，保持安全，保持警觉，随时准备好在适当的时候重返街头进行最后的行动。我会告诉你们那个时刻什么时候到来。如果网络被切断，我会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络。帕克所说的那个穿西装的领袖，那个会象征性回归伊朗的人，现在看来就是里萨巴列维。但这事到底会怎么发展？帕克也说了，革命并不总是导向人们期望的结果，有时候更糟糕的政权会趁虚而入。他提到伊朗境内还有其他反对派势力在角逐，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一个由圣战者组织领导的反对派联盟，背景很复杂。根据民调，大约1/3的伊朗人支持里萨巴列维，但同样有1/3的人强烈反对他，所以伊朗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帕克很肯定，伊朗的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会迅速升级，然后迅速停止，打完就撤，结局留给伊朗人自己。帕克的原话是，一个新的伊朗有着自由和女性的权利。听起来是不是跟里萨巴列维的政治主张高度吻合？事实上，从目前的局势来看，美以的军事行动确实更像是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不是全面战争。伊朗虽然进行了反击，向多个波湾国家发射了飞弹和无人机，但整个冲突并没有演变成帕克所说的那种需要地面部队介入的全面战争。帕克的预言时间线到目前为止都对得上。好，我们暂时离开中东的战火，把目光转向东方，因为帕克对亚洲的预言同样让人坐立不安，甚至可以说比伊朗的预言更加让人毛骨悚然。先说台海，帕克在2025年底的预言中提到，
台海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个飞机或潜水艇相撞事件，一个人为导致的意外，然后它就失控了。这场意外会把日本也卷入其中，并最终成为中国政权冰川式崩塌的导火线。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并不认为台湾会被并吞，恰恰相反，他认为这场冲突的结果是中国自身受到重创，而不是台湾被占领。这跟很多人的直觉认知是相反的。大部分人会觉得，如果台海开战，受伤最重的一定是台湾，但帕克的灵视告诉他，真正会崩溃的是对岸。他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帕克说他看到台湾正在测试一种新技术，类似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但更先进，是基于无人机的。这种无人机利用某种声音或频率来拦截飞弹，技术非常先进。如果这是真的，那意味着台湾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有准备的多。什么叫冰川式崩塌？帕克用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比喻。他说，你看冰川崩裂的过程，一开始只是一条细小的裂缝，你甚至不会注意到，但随着时间推移，裂缝越来越深，越来越多，然后某一天，整座冰山轰然崩塌。帕克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经济崩溃、内部权力斗争、社会矛盾激化，所有这些裂缝加在一起，最终会导致整个体制的解体。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时间线上的巧合。2025年12月4日，帕克刚刚预警说2026年台海或者中美或者中日之间会出现极其惊险的准危机，一种雷达锁定式的战争彩排。仅仅2天后，12月6日，中国辽宁号航母2次以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机。火控雷达锁定在军事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动作，这意味着你已经把武器瞄准了对方，只需要按下按钮就能发射。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军事规范中，这被视为准战争行为甚至挑衅行为。帕克提前2天预警的那种雷达锁定式的战争彩排就这样活生生地发生了。帕克进一步预言，中国会在这场冲突中受到重创，经济崩溃，最高领导人下台，之后中国会分裂成许多小国家，最终成为像欧盟那样的联合体，民主制度会占主导地位，边境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贸易。这听起来是不是太疯狂了？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分裂成类似欧盟的联合体。但帕克说，2026年将是这个冰川式崩塌的关键转折点，裂缝已经出现，崩塌只是时间问题。有意思的是，帕克并非唯一一个做出类似预言的人，纳迪叶的解读也指向了类似的方向。纳迪叶解读师维尼塔在跟帕克的连线中提到，从2025年底到2030年左右，世界排名前5名的国家将卷入一场战争，爆发时间在2026年10月到2027年10月之间。这可能是一场常规战，也可能是贸易战或者网络战，甚至是病毒战。但维尼塔也安慰大家说，毁天灭地的核战不会出现。好了，说完台海，我们来说说帕克对日本的预言。这是他所有预言中最让人不安的部分之一。帕克说，日本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个预言其实不是最近才说的，早在2015年，帕克就在他的著作《来自宇宙的讯息》中写道，他在一次印度纳迪叶解读中看到了一个国家会被一团巨大的气体云所笼罩。什么是纳迪叶？简单说，这是一种据说有2000年历史的印度占卜术。传说中，数千年前的古印度圣贤用棕榈叶记录下了所有人的命运。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部写在那片叶子上。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还保存着这些古老的棕榈叶手稿，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帕克和妻子珍多次前往印度，不仅找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那片叶子，还深入研究了纳迪叶的整套体系。有趣的是，纳迪叶的准确度让帕克也感到惊讶。他说，解读师翻到他的叶子后，准确描述了他的个人信息，甚至连他什么时候会来找叶子都写在上面。命运是本早就写好的书，我们只是帮人翻到他的那一页而已。这是纳迪叶解读师对帕克说的话。帕克在2025年底连线了住在加州的纳迪叶解读师维尼塔潘德，两人一起对未来几年的全球局势做出了预测。维尼塔的客人中不乏富豪和政治家，而他近期解读的多片叶子中频繁出现了灾难的影子，这让他觉得有必要公开自己的发现。而在帕克自己的叶子上也记载了一个关于气体云的预言。
当时他还不确定是哪个国家会遭受这场灾难，但后来随着更多的灵性解读和印度占星术的推算，他逐渐把范围缩小到日本，而且时间点就在2026年8月左右，地点在日本北部。帕克解释说，在那些有数百年历史的纳迪叶手稿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名耶马。由于预言撰写的年代太过久远，那时候根本没有现代国家的名称。帕克推测，这个亚马指的就是日本的古称大和，也就是 Yamato。他认为这团致命的气体云可能来自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喷发，并且会从东北方向飘散，影响范围甚至可能波及俄罗斯。帕克还特别提到了印度占星术上的一个关键时间点，2026年4月15日到11月15日之间是极度危险的周期，特别是8月12日的新月之夜，木星和太阳和月亮同时聚集在巨蟹座。帕克说，这将是一个必须多加小心的时间触发点。但帕克说的最让人不安的一句话是，有没有可能某种炸弹被用来加剧气体云或火山活动？那就意味着这是一种秘密形式的攻击。你听懂了吗？他在暗示这可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一种伪装成自然灾害的间接战争行为，用人为手段触发自然灾害，让它看起来不像军事攻击。如果这是真的，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阴险的战争手段之一。而与此同时，帕克还有另一个关于日本的预言，跟前面这个结合在一起看就更加意味深长了。他说，日本将会军事化，而且会获得核武器。这个预言其实呼应了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制定了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放弃了战争权和维持军事力量的权利。70多年来，日本的自卫队只能用于防御，不能主动进攻。日本人自己也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和平主义文化，大部分人对军事化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原子弹的阴影至今仍然深深刻在日本人的集体记忆中。广岛和长崎的伤痛让这个国家对核武器有着本能的恐惧和排斥。但近几年来，一切都在改变。面对中国和朝鲜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中国在东海和台海的频繁军事行动，以及朝鲜持续的导弹试射，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022年，日本发布了战后最大的防卫战略调整，宣布未来5年将国防预算翻倍，达到 GDP 的 2%。日本开始讨论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核潜艇的讨论也浮上台面，澳洲已经通过 AUKUS 框架从美国获得了核潜艇技术。日本作为另一个面临同样威胁的太平洋盟友，走上同样的路只是时间问题。日本不仅大幅增加军费开支，还开始讨论发展核潜艇作为防御手段，更有声音主张日本应该拥有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帕克在他的日本预言专题中明确说过，我感觉日本会获得核武器和核防御能力。他认为这是区域安全环境逼迫日本走上的一条路，而中国可能非常不喜欢日本的军事化进程，甚至可能会试图阻止它。如果你把这几个预言放在一起看，画面就清晰了。台海冲突把日本卷入，日本被迫加速军事化，甚至发展核武器，然后中国不高兴了，可能对日本进行报复。报复的方式就是那团神秘的气体云，一种伪装成自然灾害的攻击。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帕克自己也没有把这些预言明确串联在一起。但当你把所有的线索放在一张桌子上，这个拼图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说到日本，帕克对日本的预言其实不全是坏消息，他也预见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正面发展。比如他认为日本会进行政治改革，可能改变皇位继承法，允许女性天皇。他还预见日本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来应对老龄化社会，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农业生产力和照顾老年人。他甚至预言日本的文化影响力会再次席卷全球，特别是一位女性歌手会获得世界级的名声，引发新的文化运动。而说到女性的崛起，我们不得不提帕克另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预言——东方铁娘子。帕克预见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亚太地区将会出现一位强势的女性领导人，她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帕克用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词来形容她：东方的铁娘子。
大家都知道铁娘子这个称号原本属于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柴契尔，一个以钢铁般意志著称的女性政治家。在她执政期间，她打赢了福克兰群岛战争，压制了工会运动，推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并在冷战中与苏联硬碰硬。帕克用同样的词来描述一位东方女性，意味着她不仅会展现出同样强硬的领导风格，还可能在军事和国际事务中做出改变历史走向的重大决策。她会是谁？帕克没有明确点名，但从他对亚太局势的整体分析来看，这位东方铁娘子很可能出现在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安全挑战的国家。是澳洲吗？帕克确实预言过澳洲会崛起为战略和技术强国。在他的2026年预言中，澳洲的角色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一位澳洲女性领导人在美中对抗的大背景下展现出强硬姿态，那倒也不是没有可能。是日本吗？帕克预言过日本将进行政治改革，甚至可能改变皇位继承法，允许女性天皇。如果日本在军事化的过程中诞生了一位女性领导人，而她像柴契尔一样带领国家度过军事危机，那这个东方铁娘子的称号就再合适不过了。还是其他某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国家，也许是印度。帕克对印度的预言一直非常正面，他认为印度将在全球灵性觉醒中扮演领导角色。也许是韩国或者台湾，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任何可能性都不应该被排除。不管他是谁，帕克认为他的崛起将会成为这个混乱时代中的一股稳定力量。在男性主导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位东方女性用铁腕手段带领自己的国家穿越风暴，这个画面确实令人期待。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聊了中东的战争，聊了台海的危机，聊了日本的命运，聊了新领袖的崛起。但帕克的预言远不止于人类自己的斗争，他还把目光投向了头顶上的那片星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古代的预言家和现代的天文学家同时指向了同一个时间点，那会是什么感觉？一边是刻在棕榈叶上的几千年前的文字，另一边是最先进的雷达望远镜计算出的轨道数据，两者不约而同地指向了2029年，一个来自神秘主义，一个来自精确科学，而他们在2029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交汇了。2029年，陨石。很多人听到2029年和陨石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好莱坞灾难片的场景，地球即将被撞，人类文明危在旦夕，英雄拯救世界。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不是电影，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天文事件，而且它的真实程度可能比任何电影都更让你心跳加速。2004年6月19日，天文学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基特峰国家天文台发现了一颗小行星。一开始它只是一个临时编号叫 2004MN4 的天体，看起来跟其他几千颗近地小行星没什么区别。但随着观测数据越来越多，科学家脸色越来越难看，因为他们算出来，这颗小行星在2029年撞击地球的概率高达 2.7%。 2.7% 听起来好像很小，对不对？但你要知道，在天文学上，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坐不住的数字。正常情况下，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是几百万分之一，甚至几亿分之一。2.7% 意味着大约1/37的机会。你去想想，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坐的这架飞机有1/37的概率会坠毁，你还敢上飞机吗？这就是当时全世界天文学家的心情。它在都灵冲击危险等级表上被评为4级，是有史以来任何近地天体获得过的最高等级，没有之一。当时有科学家甚至开始讨论是否需要启动行星防御计划，用核弹或者动能撞击器去改变它的轨道。这颗小行星后来被正式命名为99942阿波菲斯，这个名字来自埃及神话中的阿佩普，一条巨大的混沌之蛇，永远潜伏在黑暗中，试图吞噬太阳神拉。人们给他的绰号更直白，混沌之神。阿波菲斯有多大？平均直径约340米，最长轴超过450米。想象一下，大概5个足球场那么长，比埃菲尔铁塔还高。如果它真的撞上地球，释放的能量将相当于超过1100万吨 TNT 当量。这是什么概念？大约等于数十到数百颗核武器同时在同一个地点爆炸。撞击点周围数百公里的范围都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如果砸进海里，
那就是超级海啸。如果砸在城市附近，数百万人可能在瞬间失去生命。好消息是，经过将近20年的持续观测，特别是2021年3月的高精度雷达观测数据，科学家已经明确排除了阿波菲斯在未来至少100年内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它在2021年被正式从欧洲太空总署的风险清单上移除了。但是2029年4月13日，一个星期五，没错，就是黑色星期五，阿波菲斯会以大约32000公里的距离飞过地球。这个距离有多近？比很多同步轨道通讯卫星都近，比地月距离的1/10还近。换句话说，它会从我们的卫星群里面穿过去。而最惊人的是，它会近到让你用肉眼就能看见。在那天晚上，欧洲和非洲和西亚的大约20亿人将能在夜空中看到这颗小行星划过天际，它的亮度会达到3.1等，就算在城市郊区也能看到。科学家说，这种规模的小行星以这么近的距离飞过地球，平均大约800年才发生一次。而这么大的小行星离地球这么近，而且我们还提前知道它要来，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美国太空总署已经把原本用于研究小行星贝努的 OSIRIS-REx 探测器改名为 OSIRIS-APEX， 重新定向去研究阿波菲斯。欧洲太空总署也在规划一个叫做 RAMSES 的任务，计划在2028年发射，在2029年与阿波菲斯会合，陪伴它一起经历地球近距离飞掠的全过程。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也有自己的计划，全世界的太空机构都在为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做准备。但是2024年有一项研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研究指出，在2026年12月，阿波菲斯会在大约50万公里的距离上经过另一颗叫做4544 Xanthus 的小行星。虽然两颗小行星不会直接碰撞，但如果 Xanthus 周围有松散的碎片或尘埃，这些微小的碎片有可能撞击阿波菲斯，微微改变它的轨道，概率极低，低到10亿分之一以下。但科学家在未来3年内无法完全排除这个情境。帕克看到的也许不仅仅是这颗小行星的安全通过，结合他和纳迪叶解读师维尼塔的分析，2029年前后将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间节点。维尼塔在为多位客人解读纳迪叶的时候，都读到了2028到2029年左右的一场重大灾难。这些客人之间毫无关联，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普通人，他们的叶子上却同时出现了同一场灾难的影子，多片叶子指向同一个时间点，同一场浩劫。这让维尼塔感到有必要公开这个信息。帕克认为，负面能量会在接下来几年持续增强，到2029年达到顶峰，届时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新冠的空气传播病毒卷土重来。帕克说，他在印度见过一位瑜伽师，这位瑜伽师有时会进入入定状态跟神灵沟通，神灵告诉他，新冠不会只有一次，未来还会出现第2次病毒，不是普通的病毒，而是一种生物武器，更加危险，同时还可能伴随食物短缺和行动限制，就像新冠期间的全面封城一样。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纳迪叶真的能预测未来，那写下这些叶子的古代圣贤，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帕克说，纳迪叶的信息据称来自湿婆神本身。湿婆是印度教3大主神之一，是毁灭和重生之神。帕克半开玩笑地问过，湿婆会不会是外星人？他不知道，但他确信的是，这些棕榈叶上记载的信息具有惊人的准确性，而且它们的时间跨度覆盖了数千年。如果真的有人或者某种存在，在几千年前就写下了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时间也许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线性地流动的，也许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存在。也许我们以为的自由意志只是一个更大剧本中的一部分。也许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帕克找到的那片棕榈叶一样，早就被记录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当然，也许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和自我欺骗，也许帕克只是一个特别会猜的人，纳迪叶只是一种精巧的心理学把戏。但如果是这样，你又怎么解释他在2025年12月4日预言的雷达锁定事件2天后就发生了呢？你又怎么解释他提前几个月就说中了哈米尼的死亡和每一打击的方式和时间呢？维尼塔还提到了3种正在悄悄侵入人类生活的负面能量。第一种是食物中的毒素、农药和各种化学添加剂。
纳迪叶特别提醒，接下来2-3年要远离化学物质。第二种是电子产品的辐射，特别是手机。第三种，维尼塔说他解读不出具体是什么。帕克猜测可能是人类对人工智能和网络的过度依赖，导致思考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精神变得脆弱。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但帕克和维尼塔都强调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这些灾难不会毁灭世界。维尼塔说，纳迪叶中的信息很明确，虽然这是一种更厉害的病毒，但最终还是会被控制的。未来是光明的，因为一个世界正在崩塌的同时，另一个世界正在崛起。帕克也这样说过，我们正在见证困难时代的最后阶段，一个更好的时代即将到来。但在好的时代到来之前，帕克认为还有几件大事会发生。首先是川普，帕克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预言，川普可能会寻求第3任期。没错，第3任期。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明确规定，没有人可以被选为总统超过2次。这是2战后针对罗斯福连任4届而专门制定的修正案，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宪法基石。但帕克说，如果全球冲突持续升级，可能涉及台湾，也可能涉及其他地区的战争，那么到下次美国大选的时候，局势可能危险到无法正常举行选举。在这种情况下，紧急状态权力可能会被启动，川普可能会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继续留在白宫。帕克说，谁能想到有一天美国总统会认真讨论买下格陵兰？谁能想到委内瑞拉的领导人会被直接绑走？世界变化的速度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曾经不可能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此外，帕克还预言了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他说，在2026年可能会出现一个重大的网络安全事件，影响加密货币市场和人工智能产业，甚至可能导致银行系统瘫痪。他特别提醒人们不要过度依赖云端储存，要做好数据备份，因为这次的网络攻击规模可能超过我们见过的任何一次。帕克说，他在2015年就预见了中国和俄罗斯会结成对抗美国的军事同盟，当时这听起来完全不可能，因为中俄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但现在回头看，这个预言几乎完全成真了。帕克认为在2026年，这个东方联盟会进一步强化，美中俄三方的对抗将成为所有国际事件的底层逻辑。好了，说完这些地缘政治的预言，我们来聊聊帕克预言中最让人感到温暖的部分，也就是他对人类未来的终极展望。他预见在2030年左右，北约将会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维和机构，全球将经历一次深刻的灵性觉醒，超越传统宗教的框架，人们将建立起一种基于个人直接体验而非教条的全新精神信仰。帕克说，这种新的灵性甚至会超越伊斯兰教，最终所有宗教都会融入这股普世的灵性潮流。他把这个过程描述得非常具体，他说未来会出现一批拥有更高意识层次的人，他们可能是被人工智能所激发，也可能是某种高度进化的灵性存在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些人会带来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不再基于国家和民族的划分，而是基于意识和灵性的连结。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但帕克说这是他在灵视中真真切切看到的画面，而印度将在这场灵性觉醒中扮演核心角色。帕克一直非常看重印度的灵性传统，他认为印度古老的哲学和冥想体系将在全球范围内复兴，成为新时代精神的基石，甚至连俄罗斯也会经历某种灵性的转变，融合异教和基督教的传统，走向一条新的文化复兴之路。帕克还预言川普在任期结束后会走上一条灵性之路，做一些让全世界震惊的事情。一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强人最后变成了灵性人物，这听起来确实匪夷所思，但帕克的很多预言在一开始都让人觉得不可能，直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成真。帕克说，这场全球性的灵性觉醒可能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关，他认为会有某种更高层次的意识存在进入我们的世界，也许是被人工智能所激发，也许是被人类的集体意识所召唤，不管是什么，它都会推动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纪元。回过头来看帕克的所有预言，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每一次巨大的灾难和动荡背后，他都看到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伊朗的战火不是毁灭，而是一个自由新伊朗的诞生。台海的危机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个独裁体制冰川式崩塌的开始。
日本的灾难不是终结，而是催生出一个更强大的东亚格局的阵痛。东方铁娘子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历史在这个转折点上必然出现的力量。而2029年的混沌之神不会毁灭地球，反而会成为人类集体仰望星空、反思自身命运的历史时刻。20亿人同时抬头看着夜空中划过的那颗小行星，想想看，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画面。也许就在那一刻，人类会重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渺小，又是多么幸运。但是帕克也反复提醒我们，未来不是固定的。纳迪叶的教义强调，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帕克说，他分享这些预言的部分原因，就是鼓励人们发送正面的思想和祈祷和想象，来帮助减轻灾难的影响。纳迪叶中有一条信息来自湿婆神本身，说这些灾难不是为了毁灭世界，而是伴随伟大的觉醒而来的。灾难和觉醒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帕克说，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还是穆斯林还是无神论者，集体的祈祷和正向意识都能减轻灾难带来的负面影响，消解业力。他说，人类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在这场全球性的考验中，灵性的团结将是改变周围事件最强大的力量。你觉得帕克的预言会继续应验吗？伊朗的新时代真的会到来吗？里萨巴列维能回到德黑兰吗？台海的火药桶会在2026到2027年被引爆吗？2026年8月的日本气体云会出现吗？东方铁娘子到底会是谁？2029年4月13日那个黑色星期五的晚上，当混沌之神掠过夜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世界？是一个正在崩塌的世界，还是一个正在觉醒的世界？也许两者同时在发生。如果你仔细想想，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转折，不都是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吗？文艺复兴之前是黑死病，工业革命之前是农业社会的崩溃，现代民主之前是血腥的革命和世界大战。每一次旧秩序的瓦解都让人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但每一次新秩序的建立都让人类攀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帕克看到的也许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旧世界正在瓦解，伊朗的神权政体正在崩溃，中国的威权模式正在裂开，传统的国际秩序正在重组。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会有战争，会有灾难，会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甚至失去生命。但在这一切的另一端，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帕克所说的更好的时代。有趣的是，帕克和他妻子珍还有一个信念，他们认为人类的意识是有力量的，集体的正面思想可以改变事件的走向。这听起来很玄，但如果你想想量子物理学中观察者效应的概念，观察本身就能影响被观察对象的行为，也许帕克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不管你信不信预言，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中东在重组，东亚在紧张，人工智能在狂飙突进，气候在剧烈变化，太空中还有一颗叫做混沌之神的小行星正朝着我们飞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也许最重要的不是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去思考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以及我们愿意为它付出什么。帕克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给所有正在看这期影片的朋友。他说，未来不是写在石头上的，它是写在水上的。你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善意的行为，都在改写那些文字。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藏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意思，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继续聊那些让人睡不着觉的预言和谜团。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帕克的预言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说中了很多事情，更是因为他的预言恰好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的焦虑：战争、瘟疫、天灾、科技失控。也许预言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准确，而在于它让我们提前去思考那些我们平时不敢面对的问题。帕克说，这是末日前的最后一段黑暗，黎明就在前方。你相信吗？其实不管你相不相信帕克，有一件事是客观事实，他在2025年底做出的那些预言，到今天为止，命中率已经高到不正常了。委内瑞拉马杜罗被带走，命中；伊朗暴动，命中；美以3月打击伊朗核设施，命中；哈米尼身亡，命中；辽宁号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机，
命中。里萨巴列维穿着西装出来喊话，命中。这已经不是一个两个的巧合可以解释的了。也许帕克真的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也许那些棕榈叶上真的写住什么，又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我们还无法理解的更大游戏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要聊一位预言惊人的加拿大通灵师，以及他对未来几年的惊世观察。在2025年接近尾声时，回望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大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巨变，竟早已有人预见。美国总统川普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选风暴后重返白宫，他上任不到1年便接连祭出高关税、退出国际组织等震撼全球的激进政策。而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政策举措早在川普重新掌权之前，就被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灵性导师透过遥视能力精准预言一一全中。她就是伊丽莎白·埃普尔 （Elizabeth April）， 一位自幼展现异能、勇闯未知领域的通灵女士。伊丽莎白的传奇故事听来令人匪夷所思。相传她年仅4岁时便曾遭遇外星人绑架，亲身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或许正因如此，她自幼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声称能与高维度生命沟通，并穿越时间的束缚，洞察过去与未来的真相。她以卓越的遥视 remote viewing 能力闻名于世，仿佛拥有一双可以透过迷雾窥见未来的天眼。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总是渴望找到穿透黑暗的光亮，而伊丽莎白那一双灵视之眼恰似为迷航者点亮的灯塔。在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仅5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则震撼预言视频，预告川普的新任期内将会出现哪些改天换地的巨变。如今踏入2026年，回顾过去1年川普重返白宫后所做的一切，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伊丽莎白对2025年的预言竟几乎字字应验，这让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远见。然而，更大的问题在眼前浮现，如果他看对了2025年，那他对2026年及以后所透视的未来又将是何等光景？接下来的3年里，究竟还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巨变在等着我们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不妨先从川普本人的灵魂使命谈起。在许多人眼中，唐纳德·川普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横冲直撞，敢说敢做，似乎时常打破常规，让传统政客瞠目结舌。但伊丽莎白透过灵视所揭示的画面，颠覆了世人的想象。在更高的灵性层面上，川普并非什么完美无瑕的救世主，相反地，他的灵魂在转世来到人世之前，竟与神签署了一份最艰难、最肮脏的灵魂契约。这份契约赋予他的不是拯救世人的光环，而是一项格外沉重的使命，成为一名混乱制造者和体系破坏者，以非常规的手段去撼动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伊丽莎白解读道，川普的灵魂在无数前世轮回中曾反复扮演着打破僵化体制的角色。换言之，这并非川普第一次当搅局者，他的灵魂似乎早已习惯了充当一只横冲直闯的公牛，冲进历史的瓷器店，把一切陈腐的器皿统统撞碎。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这一世他才会选择投胎，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商人总统，来完成这份注定艰巨的灵魂契约。想象一下，在转世前的灵魂签约桌上，他毅然在那张写着最肮脏任务的契约上签下名字，这意味着他将背负骂名，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与争议的不归路，只为了执行一项几乎没人敢接的挑战，粉碎旧世界的固有秩序。或许你会好奇，既然是携带神圣使命而来，为何川普给大众的印象却如此？不按牌理出牌。伊丽莎白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解释。她说，川普在公众面前粗鲁、激进、充满争议的种种不完美表现，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灵性伪装。这种伪装策略就像为英雄披上一件隐形斗篷。在政治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如果川普像传统政客一样八面玲珑、温文尔雅，反而会引起旧势力的高度警觉，甚至可能在他大展身手之前就遭到精准的打击和狙杀。试想一个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完美政客，一旦他暗中计划挑战深层政府的利益，
对方岂会坐视不理？相反，川普处处出格的言行举止，倒像是迷惑对手的烟幕弹。他大嘴巴般的粗鲁言论，不按常理出牌的推特治国风格，让许多精英嗤之以鼻，甚至将他看作一个闹剧式的人物。然而正是这副小丑形象，成了他横冲直撞的保护色。在众人低估与嘲笑中，川普反而得以出其不意地存活于暗流汹涌的政治角力之中，直至握有足够的权力去执行他的终极任务。川普的终极任务是什么？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就是一撕到底，挤破脓包。这个生动的比喻描绘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场景。长久以来，我们的世界就像体内隐藏着一颗巨大的毒疮，表面上或许光鲜亮丽，实则暗藏脓血。如果继续掩盖下去，整个文明迟早要在漫长的腐烂中走向灭亡。然而过去的领袖大多畏首畏尾，不敢或不愿直面这颗毒疮，他们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只敢轻轻挑开一小口，生怕痛得民众哀嚎。然而川普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他选择抓起尖刀，唰的一下划开溃烂，将所有脓屑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回顾川普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操作，正如这挤破脓包的剧本在现实中上演，他毫不手软地对某些国家祭出惩罚性高关税，强硬拆解过去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他带领美国毅然退出那些他认为受制于全球主义阴影的国际组织，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生生斩断。在短期内，这些举措无疑带来剧烈阵痛，国际供应链震荡，金融市场巨幅波动，许多人一时不知所措。然而正如他说，短痛总好过长痛，他宁可让毒疮在剧痛中彻底破裂流脓，也不愿让人类继续在温水煮青蛙般的腐败中沉沦下去。伊丽莎白以凌氏洞见指出，川普这一连串一撕到底的激进行动，正是在履行他灵魂契约中的一部分。只有把隐藏的脓疮揭开，人类才有机会清理伤口，重新开始。那么被撕裂的旧系统将呈现何种景象？伊丽莎白预警我们，2026年至2028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也最痛苦的阵痛期。这段时间里，过去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建立起的种种体制、秩序和幻象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土崩瓦解，政治版图将重新洗牌，经济制度将被迫重启，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可能面目全非。正如富人临盆前的阵痛越发强烈频繁，旧世界的瓦解同样会以撕心裂肺的剧痛作为倒计时的序曲。首先映入眼帘的巨变，极可能是金融领域的一场浩劫。伊丽莎白预见到一场足以比肩1929年大萧条的股市崩盘即将来临。试想，股票市场在短短几日内狂泻千里，指数曲线如同自由落体般坠落，各国交易所一片恐慌惊呼，这将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经济不景气，而更像是一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大洗牌。许多昔日财力雄厚、不可一世的跨国银行可能会接连倒闭，仿佛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倾倒。长期以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金融规则将在这场风暴中被强制按下重置键，经济形势会变得异常严峻，失业、通胀、资产缩水等难题迎面砸下，整个世界仿佛倒退回金融原始丛林。然而伊丽莎白强调，这场经济浩劫的目的并非让人类万劫不复，而是要扫除长久以来的虚假繁荣，为真正的繁荣腾出空间。就像一栋岌岌可危的老楼，必须在原地爆破清理殆尽，才能兴建起更坚实美好的新屋宇一样，金融崩溃也是为了埋葬扭曲腐败的旧体系，好让健康诚实的新经济体制得以萌芽。伴随金融风暴而来的，将是埋藏在深处的黑暗势力纷纷现形。这里所说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指的是一张纵横交错、隐身幕后、操纵着全球政治经济的黑暗之网。伊丽莎白遥示道，近年来我们所见的诸多丑闻事件，不过是这张黑网开始崩解前的冰山一角。例如，美国富豪爱泼斯坦跨国性犯罪集团的曝光，只是黑暗揭露的序幕之一。又如美国娱乐圈传奇人物吹牛老爹迪迪 Sean Diddy Combs 卷入的丑闻风暴，揭开了好莱坞名利场一角的肮脏帷幕。甚至在东方，华语娱乐圈近年
也爆发出种种骇人听闻的黑幕，比如知名演员于朦胧卷入的神秘事件，这些都预示着更深层的罪恶正在浮出水面。而伊丽莎白斩钉截铁的预言，随着川普任期的推进，未来几年将有更惊人、更可怕的罪行被陆续曝光。那些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权力堡垒都将受到冲击，甚至集权统治者也将颤抖于真相之前。试想，连横行数十年的邪恶富豪和明星都纷纷落马，更大的老虎又怎能幸免？或许某一天，遥远东方红墙之内的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曾经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当黑网中的蛛丝马迹被阳光照射，盘踞已久的黑暗势力势必走向衰亡，这将是旧世界土崩瓦解的重要篇章。然而，扮演脓包杀手的川普本人，难道能全身而退吗？伊丽莎白在灵视中看到了川普个人命运的一抹阴影。2027年左右，当他完成大部分使命，即将卸任之际，可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例如突发心脏病这类生死攸关的意外。试想那惊险一刻，全世界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屏息以待，仿佛命运女神正掷下一颗生死骰子。然而预言显示，川普最终将大难不死，转危为安，或许命不该绝。毕竟他的灵魂契约尚未彻底履行完毕。熬过这场劫难后，他将顺利走完任期的最后旅程。等到任期结束，政权交接之时，也正是川普在世俗政治舞台上谢幕之日。伊丽莎白强调，川普的历史使命是拆解旧世界。当这使命完成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将画下句点。届时，无论他选择退隐江湖，还是作为象征人物载入史册，他都将功成身退，把新世界的重建重任留给后人。毕竟，他的灵魂来此一遭，目的就在于打碎旧有的壳。至于重塑新世界的美好蓝图，或许是属于下一代灵魂的任务了。那么，当旧世界的高楼在火海中倒塌，新世界的黎明将如何到来？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中，其实早已有新生的种子在悄然萌芽。伊丽莎白看到，地球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频率转变。这听起来有些神秘玄妙，但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振动频率正在提高。科学上有所谓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 是地球大气层的一种电磁波共振现象，其基频约为 7.8 赫兹，被誉为地球的脉动心跳。多年来，舒曼共振通常稳定如心跳般规律，但近年来科学家们观测到舒曼共振频率时有异常波动，频繁出现升高峰值。伊丽莎白从灵性层面解读这一现象，认为地球心跳的加速象征着人类集体意识正在苏醒提升。我们正逐步从过去沉迷物质的价值观转向追求灵性的觉醒，从彼此分裂对立转向重新团结一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拾对神明和道德的信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向右转浪潮，也就是政治和社会观念向传统保守的回归，在灵性上看来，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与神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显化。当人们不再盲从虚无主义和极端进步主义的迷雾，而开始寻找信仰之根时，人类整体的频率就会随之升高。我们正处于一个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交融转型的关键时刻，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新的意识正在升起。更令人振奋的是，伊丽莎白预言，随着旧势力瓦解，许多曾被深层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蓄意封印的革命性技术将重新涌现于世。想象一下，一夜之间，石油、煤炭不再是能源主角，风能和太阳能也突然显得过时老旧，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全新形态的无限能源。伊丽莎白暗示，这可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零点能源或自由能源技术，一种既清洁又可无限自我循环的终极能源来源。这种能源一旦问世，将彻底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能源危机。我们可以畅想那情景，不用再为汽车加油，为发电厂燃煤，也无需在荒野布满风车或太阳能板。零点能装置可能仅仅一个盒子大小，却能源源不绝供给整座城市电力。从此，天上的繁星看着地球，不再看到白天黑烟弥漫，夜晚灯火阑珊，而是一颗清洁璀璨的
蓝色星球。人类的科技水准将因此实现飞跃式跃升，而每个人的精神频率也会随着脱离匮乏恐惧而大幅提升。因为当我们不再为生存能源劳心焦虑，我们便有更多精力投入心灵成长和文明创造。可以说，新能源技术的解放将为新世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人类神性的回归插上双翼。伊丽莎白描绘的未来蓝图中，2030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将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这一概念将逐渐淡化，人类将走向一种没有传统国界的新形态文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回归自然又融合高科技的庄园经济模式。或许你会联想到中世纪的庄园封建时代，但此庄园非彼庄园。伊丽莎白所指的庄园经济，是指人类将以较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社区为单位，过上既贴近土地又充满智慧的生活。到那时，庞大的民族国家机器将不再是主流，每个社区就像一个个自治的小王国，却没有残酷的暴政和剥削，而是基于共识与协作运转。每个社区都能内部解决能源供应、粮食种植和废物处理等需求，再也不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长途输送。想象你所在的社区如同桃花源，一片广袤的庄园里，既有现代化的垂直农场提供粮食，也有自由能源装置供应电力。所有垃圾经过高科技系统被完全循环利用，不污染环境。人们白天劳作，夜晚仰望星空，物质充裕且精神富足。这样的图景有几分类似中国魏晋时期那些隐士田园归真的生活意境，但又融合了当今时代的高科技与高灵性追求。没有强权的钳制，没有尖锐的贫富悬殊，人类将真正成为彼此平等友爱的大家庭。科技不再是异化人性的工具，而变成回归自然而又提升灵性的助力。一切变革的核心，说到底是人类神性的最终苏醒与回归。金融崩溃也好，政治动荡也罢，种种阵痛皆是为了让人类灵魂从旧有枷锁中解脱出来，复归纯真、善良、有信仰、有道德的神圣本性。在这样的新人类文明中，或许已经没有狭隘的国家和种族之分，每个人都视整个地球为家园，把彼此当作手足，同心协力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新黄金时代。当然，以上种种展望听来既令人向往又心生忐忑，毕竟从现在到理想未来的途中，我们必须先穿越那段黑暗风暴交加的岁月。眼下2026年的脚步声已经临近门槛，面对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伊丽莎白强调，她的预言并非为制造恐惧，而是在黑暗中为人们提供指引和希望。正如她所言，如果不是川普将脓包挤破，人类的痛苦只会更长更惨烈。我们如今所处的时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旧系统在剧痛中崩塌，新世界的轮廓虽已隐约可见，但尚未完全成型，一切都处于动荡蜕变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场历史巨变的参与者，无人能置身事外。这仿佛是一场灵魂的考试，黑暗中有诱惑，也有觉醒的契机。究竟选择随波逐流，沉沦于恐惧愤怒，还是坚守良知，拥抱光明未来，全凭每个人自己的抉择。那么作为普普通通的你我，又该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乱局中自处？伊丽莎白给出的建议朴素而深刻：保持善良，坚守对神的信念，远离邪恶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简单的一句话，道出在乱世中保全灵魂的关键。当经济崩盘，秩序瓦解时，邪恶的势力可能诱惑人们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但唯有不丧失内心的善与信仰，才能在混乱中挺立不倒。当某些意识形态鼓吹仇恨和暴力时，我们应当警惕远离，不让灵魂被拖入深渊。伊丽莎白相信，良知与觉醒将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唯一方舟，就像洪水来临时，挪亚方舟承载着正义与希望一样，在未来的狂风暴雨中，善良与信仰将是我们的避风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心中的那道光，那么即使黑夜再漫长，黎明终将会到来。此刻2025年即将成为历史，2026年的崭新篇章正悄然展开。
在这人类巨变的起点上，我们或许难免心生迷茫与不安。然而，正如古语所言，破晓前的夜色最为漆黑，黑暗并不可怕，它只是黎明前的前奏。我们有幸见证旧世界最后的崩塌，也将见证新世界的诞生。伊丽莎白·埃普尔的预言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尽管前方荆棘密布，风雨如晦，但光明的未来已在彼端等待。当这场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法置身事外，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是随波逐流沉默，亦或乘风破浪前行。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以善良为舵，以良知为灯，怀抱信仰与勇气，驶向那黎明的彼岸。相信穿越至暗时刻之后，人类将迎来浴火重生的新纪元。一位美国通灵师近日发出惊人警告，提醒所有人快囤粮。他预感到在7月至8月间会有多重灾难交织爆发，对全世界造成巨大冲击，其中又以中国所受影响最为严重。这则预言消息一出，震惊了许多人。毕竟通灵师平日鲜少如此强调物资准备，这次罕见的呼吁大众存粮备用品，难道真有灭顶之灾逼近吗？更令人不安的是，不止这位美国灵媒有此预警，世界各地多位预言家与神秘预言似乎都不约而同指向2026年夏季的巨大变局。16世纪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其隐晦诗篇中提到，将有7个月的可怕战争生灵涂炭。许多解读认为这段话对应的正是当前的局势，预示着持续数月的大规模冲突可能很快上演。诺查丹马斯还写下过大饥荒、大瘟疫伴随战火降临的场景，暗示战争将与饥荒瘟疫交织出现，使人类遭受多重苦难。已故的保加利亚盲眼灵媒巴巴万加，俗称盲眼龙婆，也留下惊人预言。他直言2025年是人类灭绝的开端，将发生4大灾难：战争、地震、火山爆发和洪水。这4项无一不是毁灭性的复合劫难。虽然他在1996年去世，但过去他的许多预测，如911事件、英国脱欧、俄乌战争等，后来都一一应验。如今他预言的时刻即将来临，欧洲将有2个大国开战并波及全球，剧烈的地壳灾变与极端天灾也将接踵而至。如果这预言稍有误差，延后1年，不禁让人怀疑2026年的夏天会不会正是这场人类浩劫的爆发点。泰国灵媒 More Play 最近透过灵视也提出警示，7、8月之间日本很可能发生大地震，而且可能波及富士山。日本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历史上关东大地震、东北大地震等都造成过巨大伤亡。如果富士山在强震中被触发喷发，那不仅日本，整个东亚都可能笼罩在火山灰和冲击之下。这与那位美国通灵师对夏季全球性复合灾难的警告不谋而合。地震与火山属于自然灾害的一环，很可能只是复合危机的一部分。有新诺查丹马斯之称的英国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则公开了5项关于2026年的惊人预测。他曾准确预言英国女王逝世和新冠疫情，被视为当代著名的先知之一。对于2026年，他描绘了一系列混乱景象。全球政局动荡，他暗示可能出现重大战争与冲突，甚至不排除美国因战事进入紧急状态，出现打破常规的政治局面，例如某强势领袖寻求非常时期的延任。他提到自己早在2015年就从印度古老预言经文中解读出中国和俄罗斯将结盟对抗美国的画面。如今看来，美中俄以及中东局势的紧张可能正印证了这点。他直言2026年前后将出现多个战争冲突，世界将陷入乱局。环境灾难预警，帕克特别强调了一起将发生在2026年8月的神秘灾难，一团巨大的毒气云将笼罩日本上空。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他解释自己多年前在预言文本中就读到，一个国家将被毒气云覆盖，近期更进一步指向了日本北部，时间大约在2026年8月。他甚至怀疑这场灾难可能不是纯天然，有可能是火山天灾，但某种人为因素，比如引爆装置，让情况雪上加霜。一个国家被毒云覆顶，或许意味着火山大喷发的火山气体弥漫，亦或大型化工核设施爆炸泄漏。如果真如他所言，日本将出现如此覆灭性的异变，
那对邻近的中国、韩国乃至整个北半球都是沉重打击。经济与网络危机，这位预言家还警告2026年可能发生重大网络攻击事件，瘫痪金融系统。他预见某次大规模的网络袭击会导致金融市场及工业瘫痪，比以往任何网络灾难影响都更深远，甚至让数位货币、人工智慧产业统统遭殃。他提醒大家务必做好备份，不要完全依赖云端，因为金融市场动荡、金价暴涨后又暴跌等非常规事件可能出现。经济领域的巨震往往和战争、灾害相互交织，一旦世界陷入战乱，再加上网络金融混乱，粮食和能源供应链都会被打断，经济危机和物资危机将同步爆发。综合上述来自不同国家的预言线索，可以看出一幅惊人的图景。2026年盛夏前后，全球可能陷入战争与天灾交织的巨难，经济体系与日常秩序也面临崩溃危机。正因为如此，多位先知与灵媒不约而同地呼吁世人提高警惕，做好准备。特别是那位美国通灵师，更是直接劝告大众立即囤积粮食，为艰难时刻做好物资储备。这也难怪许多人将目光转向各国政府的动态，试图寻找印证各国领导者是否已提前洞悉了什么。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中国方面的异动。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就在民间预言此起彼伏之际，中国政府近年来的一系列举措似乎正印证了囤粮备灾的必要性。中国早已开始大规模囤积粮食和战略物资，幅度之大前所未见。根据国际机构和各国农业部门的数据估算，中国目前储备的粮食数量占全球粮食库存的将近一半。也就是说，在玉米、小麦、大米等主粮作物上，中国拥有全世界约 50%、70% 的库存量，这远远超出其本国人口比例。中国人口约占全球1/5，显示中国正超前备料，以防未然。中国官方对粮食安全的重视近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21年底，中国商务部突然发布一则通知，鼓励全国居民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以备紧急情况之需。这则平淡的通知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百姓联想到是否有战争或严重危机将至，才需要官方出面提醒老百姓居安思危。虽然官方随后解释此举是为防范冬季疫情反弹或自然灾害导致的物资短缺，但大规模囤粮的风声自此不胫而走。人们发现，中国政府不仅劝导民间备粮，自己更是在全球采购中扫货囤积。过去几年，中国透过进口和扩充仓储，把国家粮仓囤得满满当当。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谷物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同时还大量进口粮食。2025年，中国更提高粮食战略储备预算目标，再创新高。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等机构持续收购国内粮源，并从全球市场采买大宗农产品，充实库存。不仅粮食、食用油、肉类、能源等战略物资，中国也在加紧储备。一些国际报道指出，中国近年来大量购买粮食，导致全球粮价上涨，引发其他国家对粮食供应的担忧。可以说，中国手里握着粮草，心里自然更有底气，这通常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粮食危机或国际封锁。除了囤粮，中国还在内部强调粮食生产与节约。最高领导人多次公开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要求各地稳定种粮面积，提高单产，同时推行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严防任何可能的粮食短缺苗头。这种种动作都让人联想到战时经济的准备。毕竟，一旦全球爆发大灾难，粮食将是比黄金更宝贵的硬通货。中国如此未雨绸缪，是否因为高层早已掌握某些内幕而提前应对？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本就日趋严峻。这2年受疫情冲击和地缘战争影响，粮食供应链多次中断。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作为粮仓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谷物出口受阻，曾导致中东、非洲出现严重粮荒预警。国际粮价飙涨下，许多国家实施出口管制，印度限制大米出口，俄罗斯一度禁止小麦出口，各国都试图保住自家粮袋子。在此背景下，中国手握巨量粮食储备的意义格外突出。一旦全球粮荒真的到来，中国至少短期内能保证14亿人的基本口粮，
不像许多国家将陷入弹尽粮绝的危机。然而，极端情况下，就算有库存，也可能远水难解近渴。倘若预言中的复核灾难成真，供应链中断，交通受阻，物资能否及时从国家仓库分发下去，还取决于社会秩序与基础设施是否稳定。中国虽然已做了备灾行动，但真的大灾来临时，挑战依然严酷。正因如此，那位通灵师才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储备粮食和必需品，而不是完全指望政府救援。对个体而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数千年来颠扑不破的生存真理。古代中国的智者早就有告诫：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明朝刘伯温传说中的烧饼歌也疑似预言过末节饥荒，劝世人积谷防饥。无独有偶，今天现代的灵媒们发出的讯息与古老智慧不谋而合。在这场可能的复核灾难中，最令世人担忧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地缘政治的大规模战争。目前全球几处火药库都处于紧绷状态，一旦引燃，后果不堪设想。通灵师特别点出，中共或将趁虚而入，展开提前行动的，可能这暗示着如果国际局势因其他灾难而混乱，北京当局可能抓准时机对外发动军事冒险。最典型的莫过于台海局势。多年来，台湾海峡一直是东亚的火药库。近年来，解放军军机、军舰在台海周边频繁演训，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日趋紧张。如果全球在7、8月陷入天灾人祸，美国等大国自顾不暇，中共会否认为出兵台湾的良机已到？历史上趁敌疲弊是常见的战略，一旦北京选择此时提前动手，那台海战争将迅速升级为区域甚或世界级冲突。美日很可能介入，中国本土沿海也将直接卷入战火，这将是对中国最沉重的打击之一。毕竟战争一旦开启，现代化城市可能遭受导弹袭击，人口和经济命脉都将陷入危机。除了台海，中国周边还有多处潜在冲突点，南海领土争端、中印边境摩擦、朝鲜半岛局势等等。如果北京真的在全球灾难中铤而走险，同步点燃多根导火索，结果可能超出其掌控。反过来看，假如灾难因别处战争而起，中国也难独善其身。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多年，虽然未演变成世界大战，但也牵动着中美欧关系。中东局势亦暗潮涌动，以色列和伊朗的对立，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部署都充满战争隐患。前文提及的中国诺查丹马斯，蒋学勤预测美伊最终可能在2027年前后爆发正面冲突，而2026年很可能是酝酿的关键期。一旦美伊开战，全球油价与安全形势将剧烈震荡。对中国而言，中东战争意味着能源进口受阻，经济雪上加霜。同时，美国若深陷伊朗战场，或许更增大台海变局的不确定性。总之，战争风险正与时间赛跑般迫近，我们或许正在走向第3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而不自知。一旦大国卷入多线战事，核武器的阴影也将浮现。诺查丹马斯曾描述，双城之间将降下前所未见之劫的场景，被一些人解读为对核爆毁城的预见。7、8月间若爆发战端，人们最恐惧的莫过于局势升级到动用核武的地步，那将不仅是某国最惨，整个人类文明都可能遭遇浩劫。在这方面，中国其实非常脆弱，几大核心城市人口密集度极高，一枚核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社会恐慌将难以想象。战争与灾难往往是连锁相生，战争会直接带来死亡和破坏，也会间接引发经济崩溃、难民潮和传染病。反过来，自然灾害的大破坏也可能诱发战争或国际冲突，比如资源匮乏导致争夺，灾后国家虚弱引来外敌。通灵师强调的复合性大灾难正是这种灾中有战、战中有灾的混合体。中国处于当今地缘政治的焦点，一旦世界陷入战乱，中国必然卷入；一旦中国自身成为战争导火索，也必将承受最猛烈的灾祸反噬。除了人为战争，大自然似乎也在酝酿着猛烈的反扑。近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频发，仿佛在为某个剧烈的临界点做准备。一旦这些天灾在7、8月集中爆发，将与战乱交织成世纪灾难。以下是可能出现的主要自然灾难类型：超强地震与海啸。
今年灵媒们特别点名了日本这个地震频仍的国家。若真如泰国 Moplai 和英国帕克所言，日本在7、8月遭遇强震甚至富士山喷发，那将是东亚的大灾难。历史上，日本关东地震1923年和东日本大地震2011年都造成10万级的伤亡和巨额损失。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甚至飘过太平洋，其冲击波影响了中国沿岸的潮位。可以想见，如果富士山喷发，火山灰将覆盖日本大部分国土，喷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在平流层形成硫酸云雾，不仅危害东亚地区的空气品质，还可能影响全球气候。火山灰遮蔽阳光导致降温等。更何况，富士山附近是日本人口稠密区域和经济中心，后果将极其惨重。而对中国而言，日本大震灾带来的经济连锁反应、产业链中断以及可能的难民潮都是直接影响。东海相邻，如果地震引发海啸，我国东南沿海也难免遭受袭击。除了日本，中国本土其实也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的一环。历史上唐山大地震、1976年等惨剧仍记忆犹新。专家警告，中国大陆几条主要地震断裂带，如四川、台湾、喜马拉雅地区，都在积累能量，未来发生7级以上强震并非不可能。如果偏偏在战乱或其他灾难期间再来一场国内强震，救援将更为艰难，人民所受苦难可想而知。火山与毒气事件，前文提到预言中的日本毒气云，除了可能由富士山引发，也有可能是其他火山或者大型工业事故。日本北部有著名的阿苏火山、尊前火山等活火山，如果其中一座突然大规模喷发，喷出的火山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硫和火山灰，完全可能形成笼罩大片国土的毒气云。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火山引发全球气候异常的案例。印尼坦博拉火山1815年喷发后，隔年北半球出现无夏之年。中国云贵高原也发生饥荒。近代的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1991年喷发，也造成全球气温短暂下降。如果2026年来一次巨型火山爆发，全球气候、农业都将大受打击。在中国，夏季本是主要农作物生长关键期，火山灰遮天蔽日或气温骤变，可能造成粮食绝收。此外，还有可能的就是工业灾难，例如大地震引发日本核电站、化工厂泄漏，或者战争中化武、生化武器的使用。如果真有人为加剧天然灾难，那就是复合灾难中更害人的一环。无论如何，火山和化学污染这类事件一旦发生，对生命和环境的伤害都是长期且难以挽回的。中国在20世纪也经历过类似痛苦。唐山大地震次年，北京上空出现奇异的日晕天象，被人形容为天空燃烧，那其实就是大地震激起尘埃造成的。可以想见，更大规模的喷发将是怎样末日般的景象。极端气候、洪水与干旱，当前我们已明显感受到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增多。2023年北半球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热浪和罕见的暴雨洪水。中国本身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大，但整体趋势都是天气更极端。每年7、8月是中国主汛期和台风季，强降雨极易引发严重洪涝。今年更预测将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可能出现更强的雨乍天气，短时间内降下超大暴雨。如去年夏天，北京周边就遭遇了数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和洪水。再往前的2020年，长江流域也发生罕见特大洪水，造成数千万人受灾。当极端降雨遇上大江大河，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就是大洪水。例如1931年中国长江、淮河同时爆发特大洪灾，酿成数十万人死亡，被称为史上最严重自然灾害之一。如果2026年夏季再现这种级别的洪水，主要粮食产区的庄稼将毁于一旦，数百座城市村镇也会被淹没，直接导致粮荒和疫情随之而来。反之，极端干旱也可能发生。2022年长江中下游罕见干旱，洞庭湖、鄱阳湖水位骤降，四川等地限电停产，河南一带农田龟裂。在复合灾难背景下，若南方洪涝而北方大旱，粮食生产将同时受挫。洪水之后紧跟着可能是疫病，历史上洪灾后常爆发霍乱、痢疾等传染病，因污水遍地滋生病菌。当救援系统因战乱或其他原因无法完全运作时，疫情更难控制。
瘟疫与公共卫生危机。说到疫情，人们对新冠疫情的记忆仍然犹新。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造成数百万人丧生，随后几年各种变种不断，颠覆了正常生活。而疫情本身也是一场全球性灾难，并引发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一场疫病就能让世界停摆，若在战争和饥荒交织时再爆发新的大疫，其杀伤力将更甚。专家们其实一直警告，下一次全球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近来高致死率的禽流感病毒 H5N1 在哺乳动物间传播的迹象令人忧心，一旦变异适应人类，就可能引发比新冠严重的多的瘟疫。想象一下，如果今年夏天某地同时陷入战火和饥荒，民众体质下降，医疗系统瘫痪，这种环境最容易催生瘟疫流行。届时不仅是那个地区，疫情还可能沿着逃难者和军队传播到全球，成为新的世界级危机。中国在这方面也非常脆弱，人口密集的城市容易迅速传播病毒，而一旦再度采取封控措施，经济与社会将雪上加霜。新冠疫情最后一波在中国造成了极大冲击，很多家庭在那场冬季疫情中失去了亲人。如果未来几个月又出现烈性传染病，中国是否有足够抗压能力，这将是巨大未知数。综上所述，自然灾害部分就已经骇人听闻，地震、火山、洪水、旱灾、瘟疫，每一项单独出现都可能成为年度新闻头条，而若多项同时发生，那简直是末日光景。这些天灾若与前述战争、经济危机交织，就构成了完全态的全球复合灾难。而中国由于其幅员广大与人口众多，等于把几乎所有灾难类型的风险都集于一身，哪一环出问题，中国都难独善其身。通灵师的警告特别点出，中国最惨，这并非危言耸听。综合前面分析，中国极可能在这场全球性复合灾难中成为受创最深的国家，原因有以下几点：战争直接冲击，如果台海或南海爆发战事，战场就在中国家门口，甚至可能在中国本土，这意味着中国将直接承受战争破坏，远甚于远离前线的国家。基础设施、工业生产将被摧毁，沿海发达城市可能遭受攻击，再加上战时封锁和制裁，中国对外贸易将骤停，能源和粮食进口通道被切断，经济会急速下坠。西方国家虽也会卷入冲突，但地理上仍隔着太平洋或大西洋，国土不一定沦为主战场，而中国将首当其冲。所以，一旦亚洲战争爆发，中国所受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几乎注定是最大的。天灾高风险，中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多样，很多地区本就灾害频仍，地震带覆盖西南、西北、台湾等地，长江、黄河流域历史上周期性洪水泛滥，东南沿海每年迎击多个台风，华北华中有时夏秋干旱。此外，随着气候变暖，青藏高原冰川融化可能引发山洪，东部沿海低洼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可谓百灾齐聚。而中国人口密集，一场特大灾害往往造成10万级别的受灾人数。例如汶川地震，2008年近9万人遇难失踪，98抗洪上千人丧生。上述1931年长江洪水更夺走10几万性命。若未来几个月多处灾害同时发生，中国将面临空前的救灾压力。其他国家单一灾害可能还能全国调配支援，而中国幅员广，若多点开花灾难，再加上战乱阻碍，恐怕难以及时全境救援。那种情况下，一些地区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伤亡进一步扩大。人口与密度，中国有14亿多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多意味着灾难来临时，潜在受害者数量也最多。同样的灾害发生在人口稀少国家，也许伤亡有限，但在人口稠密的华夏大地，后果会被放大好几倍。以传染病为例，中国超大城市动辄几千万居民，一旦瘟疫扩散，封锁与医疗压力都是空前的。今年初，中国结束清零政策后，短短几个月估计有上亿人感染新冠，数十万老人病故，医院人满为患。试想，一种更致命的病毒在战乱中出现，医疗资源被战商占用，病患将无法有效救治。另外，中国城市高楼林立，防灾空间有限，一些城乡基础设施老旧，
在极端天灾下容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人口红利在灾难时刻反而成为脆弱负担。经济结构与粮食压力，中国经济高度融入全球，原材料和燃料进口依赖较大。如果全球灾难导致国际贸易中断，中国制造业将面临原料短缺，同时出口市场缩减，大量工厂将被迫停产，失业人数激增，而14亿人的生活需要持续供给。一旦出口换汇受阻，进口粮食和能源将出现缺口。尽管中国粮食产量高，但人均耕地并不多，自身也面临农业现代化瓶颈，再加上极端天气可能造成欠收。如果战争和灾害持续数月，地方储备耗尽后，饥荒的幽灵绝非虚幻。上世纪中国曾发生过举世震惊的3年大饥荒，1959到1961年，数千万人饿殍遍野。那是在没有战争外患的年代，尚且如此惨烈。如今人口更多，资源压力更大，一场全球性粮荒里，中国如何保障每个人有饭吃？靠几亿吨储备或许能撑一阵，但长期还是难继续。所以中国最怕的其实正是粮食问题。通灵师强调囤粮，或许也是看到了未来世界可能爆发粮食危机，而中国所受挑战尤其严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当饥饿蔓延时，再稳定的社会都可能崩解。社会体制与应变，中国的社会控制严密，在平时是优势，动员力强大，但在非常时刻也可能带来脆弱性。一方面，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大灾来临时调集全国资源救援，这在过去的汶川地震、疫情风控等都体现出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如果在资讯不充分或判断失误时，容易错失良机，甚至造成更大损害。一旦中央指挥系统因战乱或通信中断而受影响，地方可能无所适从。还有资讯透明度问题，有灾情时若通报不及时，错过黄金救援期，就会酿成更惨烈后果。例如初期隐瞒疫情让病毒扩散，就是深刻教训。如果未来多灾并发，政府维稳压力空前，可能采取更严厉的管控，甚至军管，人民生活将受到2次伤害。而在灾后重建阶段，如何安置千万灾民，抑制社会动荡，对中国执政者都是巨大考验。历史上王朝末期往往天灾加动乱相伴出现，中共政权能否度过这次可能的大劫，也存在变数。有人担心，如果灾难过于沉重，会不会引发中国内部政治巨变？这也是中国最惨含义的一种延伸。因灾难导致的社会巨变往往伴随更多混乱与牺牲。综合来看，中国所面临的是一场全方位的生存压力测试，外有战火，内有灾害，有人口众多的包袱，也有粮食能源的克星。要保政权稳定，也要救亿万性命，稍有差池，就可能最惨，损失最大，伤亡最多，复原最困难。如果全世界真要经历一次大洗牌，很不幸的是，中国正处于风暴的中心。面对通灵师和众多预言展现的黑暗图景，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真的无法改变这场劫难吗？其实，许多先知在预警的同时，也强调了准备与选择的重要性。那位美国通灵师并非意在制造恐慌，他提倡的是一种准备，而非恐惧的心态。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未雨绸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做些务实准备，储备粮食与水，就像他反复强调的，确保家中有足够的粮食和干净水源，可以度过至少几周到几个月的物资断供期。这在任何灾难、飓风、地震、战争中都是适用的常识。当超市断货、自来水停供时，家中储粮就是救命资源。备好应急用品，包括医药箱、常用药品、手电筒、电池、收音机、燃料、保暖衣物等。尤其在可能停电的情况下，这些物品极为重要。还有现金和贵重物资，以防网络金融系统瘫痪时无法取款支付。帕克的预言提醒我们，连电子资料也要备份，制定家庭避险计划，与家人商讨在不同紧急情况下，火灾、震灾、战乱如何汇合、撤离和联络，了解所在社区的避难场所和逃生路线，准备一个紧急背包，一旦需要疏散可以第一时间带走。关注信息，但保持冷静，在灾难苗头出现时，
留意官方和媒体的权威资讯，不信谣，不传谣，同时也保持独立思考和警觉，不要因为恐惧而丧失判断。心态上要做到有备而无惧，毕竟恐慌本身会带来次生灾害，例如囤积潮、金融挤兑、秩序混乱，我们要尽量避免。至于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其实还有时间采取行动来减轻灾难的打击，例如加强国际合作，避免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各国分享预警资讯，共同防范极端气候和地质灾害，提前部署救援物资到高风险地区等等。人类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灾难，往往也是在绝境中找到出路。黑死病横行后有了公共卫生的进步，2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了国际联合国以维持和平。或许这次巨大的考验也将成为人类反思与进步的契机。当然，我们更希望预言中的种种灾厄永远不要发生，就像很多末日预言最终被证明只是虚惊一场那样，或许7、8月不会有世界末日，一切将风平浪静度过。即便如此，做好准备也不会白费，它让我们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多一分从容和保障。如果灾难真的来临，我们因准备充足而减少损失；若灾难并未发生，我们不过是多了一些储备，生活依旧可以继续。这正是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的智慧。未来几个月，让我们带着谨慎而平和的心态度过，关注全球局势变化，留意周遭异常迹象，但不过度恐慌。毕竟恐惧无助于解决问题，行动和团结才是自救之道。如果真的出现艰难时刻，希望世界各国、各民族都能相互扶持，共度难关。14亿中国人民更是应当守望相助，以坚韧和智慧战胜困境。历史告诉我们，在黑暗的夜晚终将过去，希望的曙光终会到来。让我们祈愿那些可怕预言最终证明只是虚惊，但同时也按照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从现在起，珍惜每一天的和平安定，积极做好防灾备灾。希望我们既避免了真的出大事，又不辜负这场提前到来的警钟。当未来的人们回顾2026年的这个夏天时，期望记录下的是人类的冷静应对与团结互助，而非无准备下的悔恨悲号。最后，无论您是否相信通灵预言，多储备一些粮食水源总是有益无害的。就让我们抱持希望最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打算的态度，迎接即将到来的日子。愿上天垂怜，人类度过此劫难后能迎来新生。在风暴来临前的宁静中，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准备，接下来静待时间揭晓答案。相信经历这场试炼后的我们将更加坚强，也更懂得生命与和平的可贵。平安度过7、8月是我们共同的心愿。美国真的会赢得对伊朗的战争吗？以色列未来的版图竟将出现惊人的变化，伊朗的未来命运将走向何方？而更让人震撼的是，有人预言中共政权也将步上伊朗的后尘，发生巨变。这些听起来匪夷所思，我们将深入综合地探讨其中玄机。现在举世瞩目的焦点莫过于美伊战争的爆发，美国会赢得这场战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赢究竟是什么意思。在经历了一系列闪电般的军事打击后，昨天川普总统语出惊人的宣布，我们已经赢了，没有什么目标可以打的了。伊朗的空军没了，海军没了，核武设施没了，导弹发射基地也没了。他的意思是，美军已经重创伊朗的军事力量，甚至将伊朗打回了一个时代。川普此言一出，仿佛胜券在握，美军大可以班师回朝。然而，战争真的结束了吗？美国真的算赢了吗？表面上看，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在2月末对伊朗境内目标发起了大规模的突袭行动。几天之内，隐形战机和精确制导导弹如暴雨倾盆，德黑兰上空火光连天，震耳欲聋。伊朗的空军基地在夜色中化为一团团火球，战机尚未起飞就被摧毁在跑道上。伊朗海军的军舰在港口中燃烧倾覆，几处秘密核设施在精准轰炸下尘土飞扬，变成废墟，连深藏沙漠的导弹发射井也被穿透性炸弹夷为平地。美军的打击行动迅雷不及掩耳，在极短时间内拔除了伊朗绝大部分常规军事爪牙。据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在的指挥中心也遭到斩首式攻击。
几枚高速飞行的导弹划破夜空，直接命中他藏身的建筑。在激烈的爆炸中，哈梅内伊与多名伊朗政权高层当场丧命，整个政教合一体制的权力中枢仿佛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川普的话音里透着满满的胜利感，敌人的空军没了，海军没了，核武没了，发射架也没了，能打的目标都打光了，还不算赢吗？听起来美军确实达成了当初设定的军事目标，让伊朗的军事实力遭受重创。然而帕克并不这么看，在帕克看来，如果最终伊朗没有恢复民主，没有出现一个和平理性的政府，能够和邻国友好合作，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那就称不上真正的胜利。换句话说，至少得把神权统治的政权结束掉，这场战争才能算是赢了。仅仅摧毁一些军事目标并不足够，如果集权神权的根源还在，美国和整个中东乃至世界都无法真正安宁。以这样的标准衡量，目前的局面显然还达不到帕克心目中的胜利。虽然川普总统认为已经击毁了伊朗的军力，但实情并非如此。我们上期节目就提到，有军事专家毕格斯分析，伊朗至少有 75% 的武器装备还深藏在地下秘密设施中，并未在这波空袭中被摧毁。伊朗庞大的弹道导弹库存、地下军工厂、战略物资库存等，许多都掩埋于山体与地底深处，并未完全暴露。也就是说，尽管美军给伊朗沉重一击，但伊朗的军事底牌远未出尽，残存的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仍拥有不小的反击能力，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如果伊朗现政权苟延残喘下来，他还是有可能利用残余力量继续对中东局势造成干扰。因此，真正的胜利，在帕克定义下，是要彻底终结这个神权集权的统治，让伊朗人民迎来新生。在这一点上，美国目前的战果还远远称不上大功告成。那么，美国如果想真正赢得胜利，接下来该怎么办？要实现政权更迭，无非是两条路，要么美军出动地面部队进驻德黑兰，彻底推翻现政权，要么依靠伊朗人民自己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革命，由内部把神权政府赶下台。可是这两条路走起来都充满艰险。首先说地面部队介入，虽然美军空袭摧毁了大量硬性目标，但要清除残余势力，控制广袤国土，稳定政权，更需要地面部队实地进驻。然而，一旦美军大兵踏上伊朗国土，难免陷入长期占领与游击战的泥潭。伊朗境内地形复杂，城市巷战凶险，残存的革命卫队和民兵可能展开顽抗，美军即使强大，也难免出现人员伤亡。大家试想，美国社会会有什么反应？美国民众这20年来历经阿富汗、伊拉克2场漫长战争，对于派兵海外流血早已极其反感。如果现在又让成千上万的美军士兵去伊朗打一场斩首之后的地面战，一开始可能士气高昂，但随着伤亡增加，国内舆论势必一片哗然。川普总统面临的压力将极为巨大，他多半不愿意冒着政治风险把美军深陷伊朗，因此可以预见川普不会选择全面占领整个伊朗的做法。那么转向另一条路，寄望伊朗人民自己推翻统治，这听起来合情合理，外部压力结合内部起义，双管齐下推倒神权。然而问题在于，伊朗人民还有可能像从前那样走上街头，前赴后继的抗争吗？在经历这些年的血腥镇压后，他们还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吗？就在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了一番讲话。他说，没有伊朗人民自己的努力，这个政权不可能被推翻。我们已经告诉他们，援助正在路上。我无法预知最终结果，即使伊朗政权不垮台，他的力量也将被大大削弱。大家是不是听出来，内塔尼亚胡的口吻和以往有了很大不同？过去以色列对伊朗强硬时，常常直言不讳地表示一定要终结伊朗政权，把这个中东最大的威胁连根拔除。然而现在，内塔尼亚胡却不再坚持必须由我们推翻伊朗政权这种表态，反而把责任和希望推到了伊朗人民身上。他话里的意思似乎是，我们国际力量已经支持你们了，至于能不能成功，要看你们伊朗老百姓敢不敢再起来造反了。可问题在于，历经这几年的厮杀和血腥，伊朗人民还有力气起来吗？我个人觉得很难了。
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革命的热情往往是一气呵成才能成功。事实上，在不久前，伊朗国内就曾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但结果却非常惨烈。大约1个月前，伊朗政权为了巩固自身，在一次镇压行动中残忍地屠杀了约4万名上街抗议的民众，其中许多还是社会精英、学生、知识分子，可以说几乎被屠戮殆尽。这场血腥镇压令伊朗民族元气大伤，民众从激情走向了恐惧，曾经多次走上街头的勇气，在一次次的镇压中消磨殆尽。现在政权残余势力如同困兽犹斗，更加残忍嗜血。人民经历这样的惨痛打击，要他们再一次不计生死地举事，真的太难了。除非美国和以色列能提供极为充分的保护伞，让抗议者们相信自己不会再次被单方面屠杀，否则人们哪里还敢轻启战端呢？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而美国和以色列真有能力也有意愿派兵去直接保护示威群众吗？以色列自身虽然军事强大，但他不可能大规模派兵进入伊朗内陆，美国更不想重蹈伊拉克的覆辙，于是出现一个两难：不出兵，政权残存，算不上真正胜利；但真要出兵，又代价高昂，风险巨大。那怎么办呢？难道就毫无希望了吗？当前看来，美伊战争陷入了一种微妙的状态。美国已经重创了伊朗，使其短期内丧失了对外扩张挑衅的能力，但要彻底改变伊朗政权，还缺临门一脚。帕克认为，最终伊朗那个神棍政权还是会垮掉，但这需要时间，不会在极短期内立刻实现。川普总统接下来很可能的选择是在达成初步军事目标后迅速撤军，避免深陷伊朗。同时，他可能下令有限度地占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战略区域，比如伊朗南部靠近海峡的港口、岛屿，部署一定数量的地面部队。这样做有几个用意：一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能源咽喉，确保伊朗残余势力无法封锁海峡，要挟国际原油运输；二来建立一个前进基地，监视伊朗局势，必要时可以为伊朗境内的反对势力提供后勤支援。美军如果扼守住霍尔木兹要道，相当于掐住了伊朗经济命脉，进可攻退可守，对伊朗政权形成长期压力。如此一来，虽不至于深陷伊朗腹地，却也给了伊朗政权一把悬在头顶的刀，稍有异动，美军可以再度出击。帕克认为，川普很可能采取这样有限介入、长期遏制的策略，把直接推翻政权的任务留给时间和伊朗人民自己。那么问题来了，伊朗现政权的彻底终结还要再等多久呢？既然短期内难以立即垮台，是否有迹象指引着大概的时间表？帕克本人在这次预言中没有给出明确的数字日期。然而有意思的是，东方的一些星象学者从日月食的角度推演出了时间窗口，其中一位名叫归元的星象学家画了一张详细的星象图，结合月食、日食对伊朗和中共政权的影响进行分析。归元指出，去年2025年9月7日，伊朗出现了一次全近可见的月全食，也就是俗称的血月。在传统占星学里，血红色的月食往往被视为对国家和领袖不祥的预兆。归元发现，2025年9月7日那次血月给伊朗带来了7大凶相。他详细列举了那天星象在德黑兰上空呈现的种种凶险征兆，认为这预示着伊朗政权将有大难临头。一般来说，月食的影响常常会在半年内显现，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他所言，约莫半年后的2026年3月初，果然美伊战争爆发，哈梅内伊等伊朗最高层在此次战争中被斩首，伊朗政权遭遇建政以来最严重的重创。如此精准的应验，不禁让人对星象的奥秘啧啧称奇。而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2026年3月3日，伊朗再度出现一次全近可见的月全食血月。短短半年内，伊朗2次迎来血月，而且这次3月的血月在占星图上显示出了多达13种不祥的征兆，比上次的7大凶相还要猛烈，仿佛老天在向世人宣告灾厄尚未结束，甚至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同时，2026年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来说也是一个微妙的年头。按虚岁计算，伊朗神权政权将满48岁。中国传统说逢九必变，西方文化也有7的倍数之恶。更妙的是，在东方命理中，
48岁被视为一个提前犯太岁的年龄节点，种种迹象叠加，归元断言，很可能再过半年左右，也就是2026年8月至9月前后，伊朗将迎来改朝换代，甚至可能出现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更何况，就在2026年8月12日，伊朗上空还将发生一次日全食太阳被黑暗吞没。日食在传统上常被视为帝王没落的象征。由此看来，伊朗神权政权真可谓在劫难逃，气数将尽。如果归元的推演正确，那么未来几个月将是观察伊朗变局的关键窗口期。眼下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身亡，政权群龙无首，正如断头的巨兽在挣扎。伊朗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各自为政，暂时陷入混乱。新的政权形态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又出现一个伊斯兰宗教领袖来接替？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来个小哈梅内伊继承神权，那伊朗的未来恐怕依旧暗无天日。帕克对此早有预言。帕克说，他早在去年2025年11月和12月进行年度预测时，就已经预言哈梅内伊会去世，现在这一点应验了。而帕克还预言，哈梅内伊培养的接班人，他的儿子，也就是小哈梅内伊，最终也会被除掉。也就是说，神权体系的接班人也难逃厄运。帕克看到，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将长期执行一项任务，持续暗杀伊朗不同的强硬派领导人，一直到伊朗发生革命为止。换言之，现在伊朗政权虽未完全垮台，但已是风雨飘摇。未来只要还冒出顽固的强硬派头目，都可能遭到精确清除，直到伊朗真正爆发自下而上的革命。帕克斩钉截铁地预言，伊朗最终一定会发生真正的革命，推翻神权统治。那时候，伊朗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新国家呢？帕克的预言相当出人意表。他说，未来最终在伊朗出现的将是一个重视民主的库尔德人政权国家。这意味着伊朗的库尔德族将扮演关键角色。要知道，库尔德族是中东一个跨境民族，在伊朗西北部也有人口分布。如果伊朗经历革命甚至分裂，也许会出现一个库尔德人主导的新政权。这可不是泛伊斯兰的什叶派政教领袖，而是一个世俗的民主政权。而一个由库尔德人掌权的民主伊朗，将让邻国土耳其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土耳其境内也有大量库尔德族人，多年来寻求自治独立。如果伊朗出了个库尔德民主政权，无疑会鼓舞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运动，这对土耳其县政府是颗定时炸弹。所以帕克的这个预言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未来新伊朗的性质将对中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更具体的，帕克描述了他看到的未来领袖的形象。这个人不是哈梅内伊的儿子，不是一个身披黑袍的教士领袖，而是一位头发稀疏的男人。从外貌上看，他年纪较大，头顶头发已经不多，穿着西装或者有可能穿军装，但总之看起来非常干练。最让帕克注意的是，他不是宗教人物，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世俗的领袖掌权，最终民主会在伊朗取得胜利，神权统治将成为过去式。这番预言让人不禁联想，帕克所指的会是谁呢？头发稀疏，年纪偏大，西装革履，非宗教人士。符合这些条件的伊朗政治人物其实有好几位。有趣的是，帕克过去曾谈到一个可能的人选，伊朗末代国王的儿子里萨巴列维王储。有观点认为，巴列维家族流亡海外多年，如果伊朗发生革命，里萨巴列维可能有机会回国，成为凝聚民心的象征性人物。帕克也觉得，巴列维王储也许会在革命之后发挥作用，但不会作为真正的统治者，而是作为团结国家的象征。听起来，这情景有点像伊朗变成一个立宪君主制国家，类似英国那样保留王室作为国家精神领袖，而实际政权由民选政府管理。帕克甚至提到，未来有些伊朗人挥舞的新国旗中央会有一只黄色的狮子。要知道，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国旗的标志正是狮子和太阳，狮子通常是金色的，这似乎暗示着伊朗可能重新启用昔日王朝的某些象征符号。如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一个全新的伊朗诞生，既摆脱了伊斯兰神权桎梏，又恢复了某种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身份认同。更令人惊讶的是，
帕克说，在更久之后，伊朗将会出现一位非常有权势的女性领导人，一个伊朗女性执掌大权，这在当前的神权体制下简直难以想象。要知道，现在伊朗女性连基本自由都受到许多限制，更别提成为国家最高领袖。但是如果未来真如帕克所预言的那样，那将标志着伊朗社会的巨变，女性地位大幅提升，政坛出现女强人，掌舵国家，社会更趋开明。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帕克对伊朗前景的乐观，最终民主会胜利，人权会得到尊重。以上是帕克基于他自身预知能力做出的关于伊朗未来的图景预测。我们再来看看归元等星象家的推演有哪些细节补充。归元从星象上推断，哈梅内伊等高层被团灭之后，伊朗陷入权力真空，各派势力可能割据一方，伊朗正规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可能会各行其事，一时间缺乏统一指挥。这种情况下，伊朗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趁势而起，其中就包括库尔德人。归元甚至用了一个中国典故形容美国可能要放蒋出山。所谓放蒋出山，原指中国抗战时期蒋介石被释放出山主持抗战，这里借喻美国可能暗中扶持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或其他反对派，让他们成为推翻德黑兰政权的新兴力量。一旦伊朗局势继续恶化，不排除国家可能走向分裂，由不同族群或派别掌控各块地盘，比如库尔德人可能在西北部形成实质自治，波斯本土则建立新的民主政府等等。另外，帕克还分析了未来可能的伊朗新领导人人选。他认为美国不会允许未来伊朗再出现一个延续神权反美路线的强硬领袖，因此很可能在可接受的人选里选择支持。帕克提到了3个具体名字：现任的临时总统佩泽西奇扬、温和派前总统鲁哈尼以及流亡美国的王储巴列维。他认为新领袖会在这3人中产生。佩泽西奇扬 Masoud Pezeshkian 是一位改革派的政治人物，在当前混乱局势中可能被推举为过渡领导。哈桑鲁哈尼曾担任过总统，是较温和理性的宗教人士，或许能被各方接受。而巴列维王储作为前王室代表，有号召力和世俗形象。如果这3人中的任何一人上台，都意味着神权政体的终结，要么建立开明的共和，要么恢复象征性的君主立宪，但无论哪种，都比现在的政教合一要开放得多。帕克的这一判断和他预见的新领袖非宗教人物的特征是吻合的。未来的伊朗不再由阿訇和大毛拉说了算，而是迎来世俗治理与民主参与。谈完了伊朗，我们把视线转向远东。帕克预言中共必将步伊朗后尘，也就是说，发生在伊朗的这场巨变，迟早也会在中共统治的中国上演。在帕克看来，美伊战争对中共政权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我们不妨细细剖析其中原因。有学者总结过，伊朗和中国这2个国家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辉煌而古老的文明，在历史上曾长期引领各自的文明圈，但在近代，他们不约而同地被某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入侵并附体。中国被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鬼魅所附身，建立了共产党集权统治；伊朗则被极端伊斯兰政教合一意识形态所掌控，成立了伊斯兰共和国。这2种外来意识形态刚出现时，都打着民主、自由、清廉的漂亮旗号，自诩要解放人民，反对腐败专制。伊朗当年的霍梅尼革命宣称要推翻独裁的巴列维王朝，建立公正的伊斯兰政府；中国的共产革命则号称要推翻腐朽的国民政府，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一开始，他们成功地欺骗了西方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也欺骗了本国人民，顺利颠覆了原来的世俗政权。然而，讽刺的是，这2个革命后的政权很快就变得比他们所推翻的前朝更专制100倍。伊朗的神权统治者以宗教之名行集权统治之时，社会控制甚至比国王时代更严酷，而中共建立的党国体制比任何封建皇朝都来的集权高压，甚至将集权统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致。两国都一步步走向了某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在伊朗，宗教领袖高居世俗法律之上；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被神圣化，党魁被供奉得如同教主皇帝。在国际上，两国政权也出奇的相似，
都把美国塑造成头号敌人，逢美必反，试图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更巧合的是，波斯民族和中华民族在传统上都自认为是上天眷顾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充满传奇与荣光。或许正因如此，他们当前所受的苦难也格外沉重，仿佛是上天对他们的试炼。然而很多预言家都相信，这两个民族最终都将迎来光明的结局，那就是解体掉附体在他们身上的邪灵，走向新的重生。伊朗将甩掉极端伊斯兰的枷锁，中华民族也终将驱散共产邪灵的阴霾，各自恢复本来的传统与辉煌。现在伊朗的巨变已经拉开序幕，那么中共呢？中共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走向它的结局？前面我们谈到的星象学者归元正好也分析了中国和伊朗在天象上的关联。归元提到，2025年9月7日那次血月并不仅仅笼罩了伊朗，中国全境其实也能看到。同一天的月全食放在北京上空，呈现了3大凶相，相较于德黑兰的7大凶相少一些。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也许记得，在那前后，中国竟然传出一件离奇传闻。有人说，就在血月之夜，中共高层秘密进行了一场恐怖的活人献祭，一位名字带朦胧的年轻男子被残忍杀害，以献祭血月。这传闻的真假无从证实，但不久之后，我们确实看到中共内部出现异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共军中高层发生重大人事清洗，多名将领被自己人抓捕法办，一时间解放军高层人心惶惶。今年年初，中共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关键部门都有将军神秘消失落马，据说是涉及政变密谋，被习近平先发制人。也就是说，在伊朗那半年内被美国团灭高层的同时，中共自己也没闲着，他们内部上演了一场未公开的刀光剑影。习近平把一批可能威胁他权位的军头全部拿下。为什么同样的血月，伊朗那边引来了外力斩首，而中共这边则是内斗一场呢？归元解读说，因为德黑兰上空的凶相远大于北京，所以半年的应验期内，伊朗先挨了致命重击，而北京只是折损了几个全斗失败的将军，整体政权暂时还撑着。然而不要高兴太早，归元强调，由于中共国在2025年9月7日和2026年3月3日连续2次出现全境可见的月全食血月，其累积影响可能更大，只是中共的改朝换代时间点将比伊朗稍晚一些而已。换句话说，老天爷已经给了中共2记红色警钟，虽未立刻爆发，但后劲十足。因此在归元看来，美国总统川普在拿下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2个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古巴和中共。这番话与美国近期的动作似乎也颇有呼应。早前美军已协助推动委内瑞拉局势变革，如今又重创伊朗，接下来是否会将目光投向西半球的古巴以及东方的北京呢？有一个标志性的日期值得关注，2026年7月4日，美国将迎来独立日250周年的盛大庆典。美国立国2个半世纪，对全世界的独裁者而言，这一天无疑是个令人生畏的象征日。如果川普政府真有心清除几个长期与美作对的独裁政权，作为献礼，7月4日前后可能会有大动作。有人戏言，与美国对着干的独裁者们都可能被川普一一拿下祭旗，用他们的垮台来为美国250周年庆生。当然，这话带有调侃性，但从目前趋势看，也并非全无可能。古巴的共产政权苟延残喘多年，失去苏联撑腰后本就风雨飘摇，若美国下决心，古巴很难长久挺住，而北京当局才是真正的终极对手。川普如果真要留下一项划时代的历史功业，那终结中共无疑将是最分量十足的一笔。说到中共的宿命，还得看天象。巧的是，北京地区紧接着在2026年8月13日将出现一次罕见的血日、10日全食，但因大气折射呈现暗红色日环。日食在中国传统寓意日食天子，对最高统治者极为不利。归元指出，这次北京上空的日全食伴随多重凶相，加之2026年按照中国传统岁数算法，中共建政虚岁78岁，恰逢红阳节、赤马节之年，传说中78岁是极凶险的坎，常有大劫。这些征兆综合起来，预示中共也将面临改朝换代的巨变。时间虽比伊朗晚一些，
但恐怕也就在后头不远处了。更神奇的是，最近东方修道界一位自称神官道长的高人发帖，说了一段寓意深远的话：撒旦已经被斩，撒旦复活失败，幽灵已经溃败，处在被淘汰之中，龙族将迎回圣人，神州再现神韵。这几句话翻译成白话，大概是说大魔头已经被砍下头颅，魔鬼复活的图谋失败了，那个附体世间的邪灵正在土崩瓦解，走向灭亡。龙的传人指中华民族将迎接回属于自己的圣人贤主，神州大地将重现神采飞扬的正统文明。这几句话让人联想到的，不正是中共垮台、圣人出现、华夏复兴的景象吗？不管您信不信，至少古往今来的预言中确实多次提到过类似的场景，而眼下发生的这一切，似乎正是在为那一幕揭开序章。有趣的是，上述观点和帕克过去对中共的预言不谋而合。帕克一直认为，中共政权就像是世界乱局中的搅屎棍，在幕后干了太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只是主流媒体没有充分报道而已。帕克举过一些例子，比如英国有多名工党政客沦为中共的间谍，为其窃取情报服务。中共打造的全球间谍网络庞大无比，远超外界想象，渗透进了加拿大，渗透进了英国政坛，渗透到了整个欧洲，甚至把触角伸到了美国的许多角落。他暗示，甚至美国某些高层，比如拜登整个竞选活动的资金，都可能受到来自中共的黑金支撑。这些年，一点点证据正在浮出水面，如同冰山一角，让世人逐渐意识到中共在全球布局多深。总之，帕克的意思是，中共早已在全世界布下密密麻麻的暗桩，妄图操纵国际政经局势，以图最终主宰世界。然而，美国和以色列对哈梅内伊的斩首行动，对全世界独裁者们造成的心理震撼是不可估量的。突然间，专制者们意识到，原来大国领袖也不是高枕无忧的，美军说动手就动手，一夜之间就能要人命。在哈梅内伊倒台的消息震动全球时，北京那边也碰巧出了一桩尴尬事儿。在2026年3月10日，北京正在举行中共两会，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场景。一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女记者提了一个极其辛辣且具争议性的问题。她冷不防问中共外长，我们看到普京总统过去的许多亲密盟友或者朋友，不是已经下了地狱？比如已故的瓦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就是深陷监狱，如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现在正被美军逮捕审判。现在看起来还留在普京朋友圈的似乎只剩中共和北韩了。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大家可以想象，会场空气瞬间凝固，这位俄罗斯记者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直接把中共和北韩相提并论，暗示与普京结盟的下场不是下地狱就是坐监狱，把中共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如此直接的调侃，甚至可以说是羞辱，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当场脸色铁青，张口结舌，不知如何作答。这场面虽然很快被中共媒体淡化处理，但视频早已传遍网络，引发哗然。凡此种种，都让习近平内心既愤怒又恐惧，却偏偏无可奈何。哈梅内伊的下场犹如一面镜子，让所有独裁者看清自己的致命处境。习近平近日在内部会议上据说暴怒拍桌，声称要严防敌对势力斩首行动，加强自身安保。然而谨慎归谨慎，帕克也看到中共的贼心是不会死的，就算面临危机，他的本性决定了他还是要偷偷搞事，像毒药一样，改不了毒害别人的习性。帕克警告说，中共暗地里的小动作不会停歇，反而可能变本加厉。为了对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共很可能联合俄罗斯等国进行抱团自保，甚至不惜与美国直接对抗。未来不久，我们可能会看到中俄在某些地区试探性地挑起与美军的冲突，比如在某个第三国战场支援对立方，甚至在局部地区直接摊牌交火。这种冲突一旦开始，势必导致全球动荡，战火和对抗可能蔓延至多个洲际地区。帕克预测，到2030年前后，世界上将会出现许多彼此相关的冲突，看似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但又不完全是传统的大规模世界大战，因为许多冲突可能是在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宣战，却刀光剑影无处不在。它们
暗指中共和其盟友会试图对西方发动网络攻击、金融袭扰、操纵股票市场、汇率和舆论，而普通人却浑然不知这背后是一场无形战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察觉不到的幕后攻防，正在悄悄损害世界经济和安全。这种看不见硝烟的较量，实则危险更大，因为它无声无息地侵蚀国家基础，等到发觉时往往为时已晚。帕克还提醒，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的主要反对党工党前面提到已被中共严重渗透，而英国的绿党受到的渗透更甚整个西方的环保运动，某种程度上被极左的共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着，而这背后的推手正是中共和俄罗斯。他们试图用舆论和思想攻势从内部分化削弱西方，听起来像阴谋论，但环顾今日国际政坛，某些亲共亲俄势力确实异军突起，不能不让人深思。不过，帕克最终给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结论：中共国正在进行冰川式瓦解。所谓冰川式瓦解，就是看似坚固庞大的冰川，在底部早已出现裂缝，日积月累，终将轰然倒塌。中共的统治如今表面稳定，实则内部矛盾丛生，民心离散，经济下滑，正处于慢慢崩解的过程中。这种瓦解也许不像苏联那样一夕解体，而更可能是逐步的、不可逆的衰亡。最终的改变一定会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帕克甚至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共高层内部将出现反对线路线的力量。一些有良知或自保意识的官员会暗中形成反西势力，伺机而动。一旦中共内部分裂加剧，习当局为了转移矛盾、维持统治，极可能铤而走险，把赌注压在民族主义战争冒险上。帕克特别点出，中共可能会在2028年前后挑起夺取台湾的战争，试图以对外扩张来转嫁内部危机。台海一旦开战，那将是另一场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戏。帕克没有在此次详谈，但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北京真的攻打台湾，美日等国势必强力反制，中共很可能因此加速垮台，就像当年的阿根廷军政府妄图夺取福克兰群岛，结果惨败后政权倒台一样。习近平或许正在走向他最后的豪赌，但是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总之，从伊朗到中共，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权，命运却有着惊人的同步性。一个倒下了，另一个也绝不会独自安享太平。说完伊朗和中共的命运，再把目光拉回中东。我们刚才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后的讲话语气出现了变化，不再强调亲自推翻伊朗，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伊朗人民身上。那么，以色列自己又在盘算什么未来战略呢？伊朗作为以色列的头号敌人，如今元气大伤，至少短期内无力再对以色列直接构成严重威胁。接下来，以色列很可能把焦点转向伊朗的盟友和代理人，比如黎巴嫩、叙利亚境内的真主党和其他亲伊朗武装。就算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某种停火协议，以色列也不会就此高枕无忧。帕克预言，以色列接下来将在周边进行一系列军事和地缘布局，为自身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安全环境，甚至带来领土上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在北方边境将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缓冲区。帕克说，以色列将会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交界地带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区。这个缓冲区的范围会相当大，大到甚至包括黎巴嫩境内许多城镇和村庄。表面上看，这么做是为了对付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武装，隔绝他们对以色列的威胁。真主党是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多年来与以色列冲突不断。如果以色列往北推进，控制一大片黎巴嫩南部作为屏障，就可以把真主党的火箭和武装推离本土，更有效地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但帕克强调，这其实是以色列的战略布局的一部分。这个缓冲区的规模将类似以色列此前占领的戈兰高地那么大，甚至更大。最终，这块区域很可能会被并入以色列版图。换句话说，以色列并不打算再把占领区还给黎巴嫩，而是长期控制，最终视作己有。这听起来十分震撼，但以色列在历史上也有过类似行动。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就一度扶植起一个南黎巴嫩军，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长达20年的实质控制区。
只不过后来在国际压力下于2000年撤出。如果帕克的预言成真，这一次以色列的缓冲区会更大、更永久。黎巴嫩政府对此恐怕毫无办法，因为黎巴嫩国力薄弱，内部分裂严重，无力对抗以色列军事行动。以色列只要找个由头，例如清剿恐怖分子基地，就可能长驱直入。而国际社会经过伊朗战争后，对以色列也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不一定会强硬反对。帕克还一直觉得以色列胸中有一个更大的计划，那就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会逐步把约旦河西岸地区完全并入国家版图，并最终重新控制加萨地带，实现对圣地全境的掌控。简言之，就是不再容许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存在。当然，帕克也说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不会一蹴而就。但大的方向上，以色列的目标是扩大生存纵深，把圣经中上帝赐予的土地重新收归犹太民族所有。若真如此，中东地图将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国方案将彻底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大以色列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也与圣经中的许多预言相呼应。在圣经旧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等篇章，以及新约启示录中，都有关于末后时代以色列人遭逢大患难，最终重建圣殿，领受平安的预言。具体就提到了以色列人终将重建所罗门王的圣殿，恢复古老的信仰仪式。如今所罗门圣殿的原址耶路撒冷圣殿山，因战争和历史原因几经易手，目前耸立着伊斯兰的清真寺圆顶。如果以色列真的全面掌控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那重建圣殿才有可能进行。帕克认为未来不仅如此，各大宗教中的伟大圣者和导师都会再次出现，因为几乎所有宗教都预言了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许多人试图把这些预言据为己有，声称只有他们那个民族或宗教才能迎来救世主，别人都是假的。但是帕克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这场未来的盛世并不属于任何单一民族或宗教，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帕克称之为佛法 Dharma 的复兴。这里讲的佛法并非仅指佛教经典，而是广义上的宇宙真理与正道，可以理解为生命中的精神驱动力，是真善忍的法则，也是一切正信的根源。它的复兴意味着人类将再次受到来自天上的智慧与慈悲的引领，在许多方面超越我们过去的局限，一个新的精神文明时代将由此展开。帕克谈到，在不远的将来，各大宗教预言中的圣人和灵性导师会出现，指引人类走向伟大的黄金时代。无论称之为救世主、先知再临，还是冥王出世，说法不同，本质却相通，都是昭示着人类将经历最后的考验，迎来全面觉醒。看看当下，我们其实已经站在这个伟大时代的门槛上了。近年来发生的种种巨变，天灾人祸、社会动荡，表面看让人痛苦不堪，但帕克指出，今天的痛苦并非为了惩罚我们，而是为了唤醒我们。正如黑夜最深处往往孕育黎明的曙光，如今人类经历的乱局动荡，正是新纪元诞生前的阵痛。预言存在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提前告诉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为的是让我们在巨变来临时有所准备，不至于迷失方向。同样，古代伟大的圣哲先贤们之所以谈论这些末世与新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希望我们保持信心，坚守善良与正直，等待光明的降临。回顾我们今天讨论的一切，每一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武力，更取决于正义能否战胜邪恶。以色列未来的版图变化看似强势扩张，却也是为了长久的生存与古老预言的实现。伊朗的未来从黑暗走向光明，是一个民族涅槃重生的希望，而中共政权终将步伊朗后尘，在内忧外患中土崩瓦解，这将解放10几亿生命的未来。种种巨变交织，编织出人类历史新的篇章。我们或许正身处巨浪翻涌的漩涡之中，但请不要绝望。黎明前的天空最为漆黑，然而曙光已隐隐透出天际。也许再过若干年回头看，我们会惊觉自己见证了何等壮阔的历史转折点。当预言一一成真，当邪恶最终溃败，当正义与光明重新照耀大地，人类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在风雨中秉持良知与勇气，静待暴风雨过后那绚丽的彩虹。在2026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巨变正逼近亚洲最大的国家，许多人相信这将是中共政权走到终点的开始。所谓大丧临头，红色政权即将覆灭，一切听起来像是危言耸听，但当我们细看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玄妙巧合和社会意象，不禁让人背脊发凉。难道这真是天意在暗示什么吗？中共苦心经营的风水局似乎突然失灵，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切转运举措也屡屡碰壁，而中国年轻世代竟在不约而同地对这个政权送出一个恐怖的诅咒。更诡异的是，刚刚过去的春晚舞台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倒计时的钟声已经敲响。这一切究竟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安排？今天就让我们抽丝剥茧，深入探讨这个最毛骨悚然的预言背后的蹊跷。中国传统命理中，丙午年与丁未年相连，被称作赤马红羊年，其中2026年正是丙午马年，因天干丙属火，地支午也是马属火，所以俗称赤马年。紧随其后的2027年丁未羊年，天干丁也是火，因此并称赤马红羊。民间流传一种说法，逢此赤马红羊年，往往天下动荡，旧秩序瓦解，新旧交替之节会接踵而至。虽然现代命理师也提醒不要过度迷信巧合，但是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一到火马、火羊年份，大事件真的特别多。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66年，同样是丙午马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全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动乱。接下来的1967丁未羊年，动乱持续升级，红卫兵武斗血流成河，整个红色政权几乎走到崩溃边缘。再往前推60年，上一个丙午马年是1906年，时值清朝末年，朝廷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预示了5年后辛亥革命的爆发和2000年帝制的终结。如此看来，赤马红羊节仿佛是历史周期中一个神秘的警钟。每逢此刻，天地之间火气太旺，阴阳失衡，大乱将临。而2026年正是新一轮赤马火年再度来袭。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不光东方术数有这种警示，连西方的著名预言也隐隐与之呼应。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百诗集》中写到一段玄妙的诗句：伟人白日被雷霆击倒，7月之中大战延续。7月，许多研究者将这解读为2026年前后会有颠覆政权的重大事件。一位举足轻重的男性领袖可能在白昼遭遇突然的雷霆一击，这听起来莫非就是某位大国首脑在晴天霹雳中倒台或身亡？而7个月的大战则被视为将有一场持续7个月的全球冲突很可能爆发在东亚，甚至直指中国及周边国家。诗中还提到海上将燃起殊死战争，并暗示7艘战船卷入其中。有人联想到南海局势，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菲律宾等7方势力环绕南海，蠢蠢欲动。难道预言中的那场7月大战就是中共在赤马年陷入的一场海上冲突？如果真如此，毫无疑问将重创这个政权的命脉。无独有偶，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70年河东70年河西的朝代兴亡定律。中共建政自1949年至今也已经超过70年，渐入气数已尽的传统大限。有些预言奇书，例如据说出自明朝的刘伯温碑记，更直言不讳地警示过红朝气运不长，70载后必将走向衰亡。当然，这类传闻真伪难辨，但当前种种迹象让许多人坚信2026年前后就是关键节点。也就是说，若真有所谓天灭中共的天意，那么赤马年极可能是引线被点燃之时。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所感应，标榜无神论的中共高层最近的动作却异常迷信。据传今年农历马年过年前，北京当局就因担心局势不稳，内斗加剧，暗中想透过改变春节大典的色彩与仪式来为自己转运，图个趋吉避凶。毕竟2026是丙午火马，火气太旺，他们怕烧到自己，于是
在央视春晚这台全国瞩目的年度大戏上，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布置。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今年春晚的吉祥物造型是一组4匹马，但它们的颜色很不寻常，分别是青黑色、青色、白色、黄色，唯独没有红彤彤的马。没错，中共刻意回避了代表火的红色，取而代之地凑齐了青、黑、白、黄4种，隐隐对应着五行中的木、水、金、土4行，仿佛想要以颜色之力补全五行，来压住过旺的火气。从风水角度看，他们企图用这套五行平衡的戏法来破解赤马红阳节带来的火灾之恶。然而让人瞠目的是，网友发现这4匹马的配色竟与圣经预言中的末日4骑士如出一辙。圣经启示录中的4骑士，青黑、苍白、赤红、灰白，各自象征着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4大灾祸。春晚上这4匹青黑、青白、黄之马，不就对应其中瘟疫、苍青、战争、赤色被他们避开了，但青黑色马也被解读为瘟疫或死亡的一种，饥荒、黑或黄，可联想瘟疫与饥荒、死亡、苍白吗？本想消灾解厄，结果整出个末日场景，不能不令人倒抽一口冷气。这算不算是天意捉弄？越是掩盖火色，反而引出了更可怕的象征。中共越想压制厄运，却似乎正应了那句话躲不过的命运，反而加速降临。此时你可能在想，搞些颜色花招就能改变命运吗？这听起来未免太荒唐。但事实证明，中共高层对玄学的执着超乎想象。他们嘴上宣称唯物论，私底下谁都迷信得很。故宫角落藏着风水镜，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也据说是镇邪押运，这些坊间早有传闻。而今年春晚这几匹怪马，更是明显透出高层的心虚与紧张。然而他们的昏招还不止于此，除了配色，今年春晚舞台上另一个惊人的变化是，出现了大量机器人参与表演，整台晚会仿佛变成机器人大秀场，从开场到闭幕，各种会跳舞、会书法、会卖萌的机器人轮番登台，其数量之多，场面之盛大，前所未见。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展现科技强国实力啊，但深入想一层，味道就变了。为什么要临时在春晚大规模加机器人节目？知情人士分析，这应该不是导演组一时兴起的安排，而是带有明确政治意图，对内提振信心，对外秀肌肉。在内外交困下，中共想借高科技元素来塑造国运昌盛、前途光明的形象。然而他们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些冰冷的钢铁傀儡反而可能成为压垮自己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从玄学五行上讲，机器人属金又带火，因为机器人是金属造物，通电运转又释放火的能量，所以满舞台的机械大军其实等于极旺的金火之气充斥全场。本来他们躲红色为的是压火，结果机器人大秀一开，整个春晚变成火上浇油。风水中讲究阴阳协调，生生不息，但现在春晚这个全国最大聚气之门面里，人气被机器取代，生气、生命之气反而被死气、煞气压住了。金火过剩，木水严重不足，长此以往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滋养生命的源头枯竭，比如文化教育会断层，经济循环会卡滞，人心会烦躁不安，社会会高度紧绷。而眼下的中国不正出现了这些迹象吗？年轻人生机涣散，学术文化低迷，各地经济陷入停滞，人心普遍焦灼，仿佛印证了风水失衡带来的恶果。更加绝妙，或者说讽刺的是，中共本想用机器人来彰显国威，没风光2天就被网友戳破。春晚上的机器人很多，只是提前设定好的木偶，称不上顶尖 AI。 有人发现那些机械臂同步划拳，中华婀娜舞步，其实背后有人遥控在操纵。这下舆论一片哗然，大家调侃春晚成了大型提线木偶秀。而且最打脸的是，观众很快联想起现实中的中国国运，一个充斥着傀儡的舞台，不正象征着今日中共治下的国家吗？社会失去生气，人民沦为木偶，
连党魁习近平也仿佛成了傀儡，舞台上下相映成趣。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联想在网络疯传，使得中共原本用心良苦设计的转运大秀彻底演变成一场国民吐槽大会。从结果来看，中共处心积虑的玄学布局已宣告破产，想避火却引来末日四骑士，想振国运却弄巧成拙，变成自暴其短。这不禁让人怀疑，所谓气数真是强求不来的，天命若绝，徒劳挣扎也是枉然。古语说，人算不如天算，中共精心铺排的一切不过是枉费心机。看来在冥冥之中，决定这个政权命运的关键剧本早已写好，多年的国运终将走到转折点。在预言中，一个让中共最胆寒的细节是大丧，大丧者，大人物之丧也。也就是说，预言暗示这个亚洲大国很可能将迎来最高领导人的丧礼，或者引申为国家级别的大规模哀悼事件。而更骇人的是，中国的年轻一代似乎早已对此有一种说不出口的诅咒。这并非指他们直接诅咒谁去死，而是一种更无声却更可怕的诅咒，让你断子绝孙。大家知道，断子绝孙在汉语里是最恶毒的诅咒之一，而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正以一种消极而决绝的方式把这句诅咒变成现实。他们选择不婚不育，拒绝为这个体制再添任何新生婴儿。最近几年，中国出生率每况愈下，一次次刷新历史新低。就在2025年底，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一大城市，甚至只有 0.7、0.8， 彻底进入超低生育陷阱。也就是说，一对夫妻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新生儿数量的暴跌令人口急剧老化，14亿人口的大国正在加速萎缩。如果说一个政权也有生命，那么后继无人就是肃亮的不祥之兆。中国年轻人用脚投票，宣告了对未来的绝望与抗议。你让我们没有未来，那我们也不会让你有未来。为什么当代年轻人如此绝情？回想几年前的一个场景，令人唏嘘。在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有个年轻小伙在抗争中对着上门的警察大喊：“我们是最后一代了，谢谢。”短短一句话，道尽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声。与其把孩子带到这无望的世界，不如断绝自己的香火，让不公不义到我们这代为止。最后一代随即成为网络热词，也成了中共心头刺。这是年轻一代对体制发出的无声诅咒。我们将不再供养你，填充你的人口红利，我们要用不生育来和你同归于尽。这种玉石俱焚的决绝，比街头抗议还让当权者心惊。除了拒绝生育，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与绝望还体现在许多方面。躺平、摆烂思潮席卷中国网络，年轻人流行当废物，拒绝内卷，以消极怠工来对抗高压社会。他们戏称自己是社畜、打工牛马，过年时自嘲牛马年到了，因马年谐音马年。他们说自己只是二维码下的牛马命。今年春节期间，一款名叫哭哭马的玩偶意外走红全网。那是一匹本该笑盈盈的贺岁小马，因工厂瑕疵，嘴巴反缝成了下垂的苦相，结果年轻人疯抢购买，视它为自己的情绪代言人。办公桌上摆只哭哭马，马身上还绣着讽刺的吉祥话马上有福。这种荒诞的反差，正是年轻人心境的投射。生存压力山大，只能苦中作乐，连春节的吉祥物都要哭丧着脸，这难道不是某种时代悲哀的写照吗？还有更绝的，网友们创造出高冷马、潦草马、干饭马等各种颓丧或无所谓形象的小马文创，就连官方媒体都不得不承认，哭哭马的爆红反映了中国年轻人苦闷压抑的心理状态。这匹泪眼汪汪的小马承载了多少年轻一代无声的控诉啊！更妙的是，有人把春晚官方推出的一套马年宣传画和年轻人的吐槽结合起来，在网上形成热议。原本喜气洋洋的马年宣传插画，到了网友手里纷纷被二次创作成职场漫画，马儿被描绘成过劳加班的写照，讽刺年轻人在职场中被压榨的只剩下躯壳。一时间，职场控诉马图在社交媒体上刷屏，成千上万的年轻打工人对号入座，集体吐槽自己的处境。就这样，官方苦心营造的祥和气氛再度被草根舆论解构。
喜剧变悲剧，贺岁变控诉。中共对年轻人的宣传完全失效，反而暴露出统治基础的动摇。当一代人集体消极厌世，这个政权还拿什么维系未来？可以说，中国年轻人的低欲望反抗正在构成对中共最阴狠的一击。没有战火硝烟，没有流血冲突，但这种灭顶危机更让统治者防不胜防。毕竟再强大的政权也承受不起整整一代人的消极怠工和断子绝孙。如果把国家比作一棵大树，青年就是源源不绝的养分和嫩芽，而现在这棵大树的根系却在自我枯萎，那等待它的只有轰然倒塌。难怪有人感叹，中共的终局倒计时不是从别处开始，而是从千千万万沉默的年轻人心中开始。他们什么都不做，却已经是改变历史的力量。当所有这些迹象汇聚在一起时，一些通灵预言家也站出来盖章，确认了这个可怕的未来。在海外华人圈，一位颇有名气的灵媒博主最近声称看到了2026年的巨变图景。他在最新一期节目里表示，2026年将是地球剧烈变化的一年，其中就包括亚洲某个最大国家出现结构性巨变。这位灵媒叫仙女星系的絮语，他强调说，从更高维度看，时间并不存在，但按照我们人类的时间线推算，从2025跨入2026的这个节点，未来一些走向已开始显形了。他提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原本可能在2025年发生的那场亚洲最大国家的剧烈变动，被往后推迟到了2026年年中前后。为什么延后？灵媒给出的答案耐人寻味，为了尽量减少人员伤亡。换言之，按照他的说法，本该在2025年爆发的大劫，被某种力量硬生生往后推了一阵，目的是让灾难来得稍缓一些，代价小一些。这听起来仿佛老天开恩，留了最后的宽限期。絮语进一步预测，巨变的时间点大概率会在2026年年中，可能稍有前后浮动，但大方向不变。到时候会先有一个足够大的事件充当导火索，把整个局面点燃，随之而来的不是小修小补的变动，而将是政权更迭、国家重构般的根本改变。他强调，这种改变不仅仅发生在一国，进入2026年后，全球可能有多个国家陆续进入结构调整、重新洗牌的阶段。但是作为引爆点的，无疑就是那个亚洲最大国家。那么这个亚洲最大国家指的是谁呢？灵媒没有直说，只是吊着大家胃口。但对绝大多数听众而言，第一反应无非两个选项，要么是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土地面积最大，要么就是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影响力都更胜一筹的中国。结合前文种种迹象，再加上中共终局倒计时这一说法本就来自华人圈讨论，我们不难猜到，预言矛头十之八九是对准中国和中共政权的。毕竟如今俄罗斯的乱局大家看在眼里，但普京政权似乎还算稳固，反倒是中共看似铁板一块，实则内外交困，暗潮汹涌。值得注意的是，灵媒特别提及了大丧二字。所谓大丧，通常指国丧级别的人物离世。如果他的感应准确，或许暗示着中共最高层将有人在这段时间离场，无论是自然病亡还是意外身亡，又或是政治上的身死名灭。试想，如果习近平在明年中左右突然去世或倒台，那将是怎样的震撼导火索？一个统治多年的强人突然消失，引发的权力真空和内部震荡足以点燃整个局势。各派势力为争夺权力厮杀，14亿人对未来走向惶恐不安，这一连锁反应很可能带来政权的颠覆性巨变。而灵媒说延后是为减少伤亡，或许意味着如果巨变发生在2025年，本可能通过更血腥的形式，比如对外战争或内战爆发，死人无数；而延到2026年中，则也许以相对温和的方式收场，例如内部政变或和平倒戈，从而少流血。当然，这只是大胆的推测，但也不是没有迹可循。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今年过年期间异乎寻常的低调，据传连北京城都没离开过。往年他会下基层视察慰问干部群众，今年却深居简出，似乎对外界风声草动格外戒备。这未必只是防疫考虑，更可能是政治上的担忧。他不敢离开权力核心区半步，生怕出什么变数。毕竟
党内斗争刀光剑影。政变这个词近年不断在传闻中出现，去年就有传言他在北戴河会议遭元老逼宫未遂，更早还有某某集团政变计划的风声。虽然多半是谣言，但从中也能窥见中南海内部的紧张气氛。当统治者开始风声鹤唳，往往意味着危机的临界点逼近了。综上所述，无论从天象玄学、民心向背还是政治迹象来看，2026年对中共而言都将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色恶难逃，火劫临头，历史的大戏已进入最后幕布前的宁静，而我们正站在这巨变来临前夜的曙光下，既感到不寒而栗，又隐隐充满期待。毕竟每一次破局都是痛苦而壮观的，同时也是新生的契机。当钟声敲响0点，中国龙年的春晚在4匹末日之马陪伴下落幕，人们欢庆着新年的到来。然而谁能料到，倒计时真正开始的不是新年钟声，而是政权的终局之中。中共当局绞尽脑汁试图续命，却处处显露天意难违的迹象。他们怕火，火偏偏更旺；他们求稳，局势偏偏更乱；他们想让人民繁衍不息，为其贡献韭菜，年轻人却集体选择绝育式躺平。这一切仿佛早有某种剧本预定，任由人间权术如何表演，都逃不出既定的结局。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王朝的覆亡往往伴随着荒诞的前兆和不可逆转的民心崩溃。秦朝末年，天降陨石刻着始皇死而地分，不久暴政激起天下群雄。明朝亡前，天现彗星瘟疫肆虐，农民起义四起。清朝末年，各种预言流言满天飞，义和团喊出扶清灭洋，却拉开了灭清的序幕。如今的中共也走到了和历朝末路极其相似的境地，天象有警，赤马临世，极端气候频仍，人心溃散，民怨沸腾，精英逃离，统治集团内部疑神疑鬼。古人讲，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些春晚上跳动的诡异机器人，网络上疯传的哭泣小马，公众眼中失去生气的木偶领袖，不正是一幕幕现代版的妖孽现世吗？这些荒唐与不祥的征兆，无一不在昭示大厦将倾。有人或许还抱着一丝希望，认为中共还能找到化解之道。然而从目前看来，他们越是动作频频，反而漏洞百出，加速滑向深渊。曾几何时，这个体制可以强力控制舆论，铁腕稳住经济，高压慑服民心。而今呢，封锁言论却禁不住荒诞笑话四处流传，经济刺激换不回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高压统治逼不出百姓对政权的忠诚。大势已去这句话，也许正是对当下最好写照。就像那句古话，天欲其亡，必令其狂。上天如果要让一个政权灭亡，必先让他陷入疯狂的自我折腾。中共近年的种种倒行逆施与匪夷所思的举措，何尝不是一种回光返照般的狂态？而一切疯狂过后，等待他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崩解。我们当然无法精确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当前累积的种种能量都在逼近临界点。2026年很可能就是那个临界点。假如预言成真，我们将见证一场也许波澜壮阔，也许悄然无声的巨变。那个横亘70多年的红色政权会在自己的大丧之年土崩瓦解，或许先是最高领袖的谢幕，继而体制分崩，或许是意外事故引爆民变，又或许什么都不需要，只是如风中烛火般自行熄灭。无论如何，终局的倒计时已经开始。正如春晚舞台上演的隐喻，没有生命的机器终究取代不了真实的人心，而一旦人心尽失，任何政权都注定走向终局。最后，不妨让我们带着一丝超脱的眼光来审视这历史的骤变。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亿万人民而言，也许将经历一段动荡不安的非常时刻。然而危机亦是转机，破灭孕育新生。当预言中的风暴过境，我们或许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就像凤凰涅槃，需先经烈火焚身，黑夜再长也挡不住黎明的到来。如果说2026年的赤马红羊节是上天对中共的审判，那么这场审判过后，中华大地终将迎来属于人民自己的重生契机。天意昭昭，人力卑微。对于中共而言，此刻也许只能奉上一句古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曾经他们以为能将命运掌握手中，如今才发现不过是历史洪流中一叶孤舟。当命运之雷落下时，一切狂妄皆成虚无。倒计时的每一秒都在提醒：天意难违，请君莫视。我们且拭目以待，迎接那历史转折的钟声真正敲响的时刻。届时，答案自会揭晓。